自序。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字时只有20来岁，顿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之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偏偏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德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的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在唬外国人，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5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
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一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肖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良》里，希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里尔先生。希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啊。”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矮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在肖翁的《芭芭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利，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的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声明我的态度，所以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1997年3月20日。思维的乐趣。1 25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的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的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认为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再没有谁比他们使我更加痛苦过了。他们认为所谓思想的乐趣，就是一天24小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早上早请示，晚上晚汇报。假如有闲暇，就去看看说他们自己亚古都的歌舞。我对那些歌舞本身并无意见，但是看过20遍以后就厌倦了。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祝训鲁的书也不成。
小红书当然例外。顺便说一句，还真有人因为带了旧版的鲁迅著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有一个知识可能将来还有用处，就是把有趣的书换上无趣的皮。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所以一直郁郁寡欢。像这样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写到过。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的十全十美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适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已经被隔绝了。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我承认，我在抵御这种痛苦方面的确是不够坚强，但我绝不是最差的一个。举例言之，罗素先生在5岁时感到寂寞而凄凉，就想到，假如我能活到70岁，那么我这不幸的一生才度过了1/14。但是等他稍大一点，接触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变了想法。假设他被派去插队，很可能就要自杀了。谈到思想的乐趣，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50、60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但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2. 文化革命之后，我读到了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那篇文章写得很浪漫，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够和同行交流是一种起码的乐趣。陈景润先生一个人在小房子里正数学题时，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可看，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谈谈，但他没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当然，他比没定理可证的人要快活。把一个定理证了10几年，就算证出时有绝大的乐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难熬。假如插队时我懂得数论，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动，而且就是最后什么都证不出也不后悔。但那个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的悲惨。然而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交流、建树这3种快乐，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这种同情，我为那些被剥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文化革命以后，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知情下棋》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漫。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4/5是在插队时下的，同时我也从一个相当不错的棋手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庸手。现在把下棋和插队2个词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我绝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8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看到听到上句就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必然认为单一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说，
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实其腹，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汉儒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但我像罗素先生一样，绝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这个名单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军代表，他们想把一切从我头脑中驱除出去，只剩一本270页的小红书。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绝不能包括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的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在我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产生这样的快乐，但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像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3.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时下正方兴未艾。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3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那么他还能获得什么幸福？实在堪虞。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
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4. 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要举出刚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卸甲地逃回城里。现在我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绝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假设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里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那就是现在了。可能是因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为已经成年。反正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先要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要问问，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后我还要想想，自己已奔云南去挖坑，是否于事有补？这样想来想去，我肯定不愿去插队。领导上硬要我去，我还得去。但是这以后挖坏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是些装傻的奸邪之徒，我至今相信他们是好人。我的结论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然而，你劝一位自以为已经明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增广见识，他总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仅不肯，还会心生怨恨。我不愿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人。我现在当然有自己的善恶标准，而且我现在并不比别人表现得坏。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恒河沙数之多，我就趋向于悲观。此种悲剧的起因当然是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伟大的人物总认为，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样善良，更确切地说，都像他期望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者狠斗私自一闪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
本身就是无邪或者无私的，他们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无数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杀了。考虑到那恒河沙数才智之势的总和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这种想法就是打算把整个大海装入一个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种想法一直在实行中，也就是说，对于现实世界的问题，从愚蠢的方面找办法。据此我认为，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5. 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的仇恨兴起，仇恨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他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浩浩江海，虽然惠及一切人，但这江河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混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里的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42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肖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
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载于1994年第9期读书杂志。沉默的大多数。1.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作怯懦，但这是不对的。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例子，他是前苏联的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写自己的音乐，一声也不吭。后来突然口授了一厚本回忆录，并在每一页上都签了名，然后他就死掉了。据我所知，回忆录的主要内容就是谈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阅读那本书时，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当然，当时我在沉默中。把这本书借给一个话语圈子里的朋友去看，他却得不到任何的乐趣，还说这本书格调低下，气氛阴暗。那本书里有一段讲到了前苏联30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见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们之间都不说话，邻里之间起了纷争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别人烧水的壶里吐痰。顺便说一句，前苏联人盖过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卫生间、盥洗室和厨房，这就给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觉得有趣，是因为像肖斯塔科维奇那样的大音乐家，戴着假鼻眼镜，留着山羊胡子，吐起痰来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见，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睛，另一手护住胡子，探着头去吐。假如就这样被人逮到，揍上一顿，那就更有趣了。其实肖斯塔科维奇长得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象他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这一段就不笑，他以为这样的吐痰动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这时我不敢与他争辩，再争辩就要涉入某些话语的范畴，而这些话语就是阴阳两界的分界线。看过《铁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奥斯卡后来改变了他的决心，也长大了。我现在已决定了要说话，这样我就不是小奥斯卡，而是大奥斯卡。我现在当然能同意，往别人的水壶里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过有些事继续发生在我身边。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5讲4没，请你注意。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胎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
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教坏。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就以上面的例子来说，你要给人讲五讲四美，最好是带上个红箍。根据我对事实的了解，红箍还不大够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讲四美虽然是些好话，讲的时候最好有实力，或者说是身份做保证。话说到这个地步，可以说说当年和朋友讨论肖斯塔科维奇，他一说到思想境界等，我为什么就一声不吭？朋友倒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一般人从7岁开始走进教室，开始接受话语的熏陶，我觉得自己还要早些，因为我从记事时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的乱嚷嚷。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这种东西和做饭的灶相仿，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像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6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1亩地可以产30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怀疑话语，我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吃铅笔。上小学时，在课桌后面一坐定就开始吃，那种铅笔1毛3一支，后面有橡皮头，我从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软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润爽口的铁皮，吃到木头笔杆以后，软糟糟的没什么味道，但有一点香料味，又是我接着吃，终于把整支铅笔吃得只剩了一支铅芯，用橡皮膏缠上接着吃。除了铅笔之外，课本、练习本甚至课桌都可以吃。我说到的这些东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这也是一个真理，但没有用话语来表达过。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这个世界上有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以为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由话语教出来的。假设如此，话语就是思维的样板。我说它是个误会，是因为世界还有阴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样的话语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从我懂事的年龄起，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2/3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同年龄的人听了都很振奋，很爱听，但我总有点疑问，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除此之外，我以为这种说法不够含蓄，而含蓄是我们的家教。在3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耐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偷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2/3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总而言之，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虑得很周到。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2. 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但不管怎么说吧，人来到世间，仿佛是来游泳的，迟早要跳进去。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会保持沉默直到40岁。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继续生活的勇气。不管怎么说吧，我听到的话也不总是那么疯，是一阵风，一阵不风。所以在14岁之前，我并没有终身沉默的决心。小的时候，我们只有听人说话的份儿。
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可以想见，他出身不好。他要我给他的书写个序。这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文革开始时，我14岁，正上初中1年级。有一天，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分则成了黑五类。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在这方面我们毫无责任，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该负一点欺负同学的责任。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值得祝贺的。黑的同学忽然遭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不等我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蹦出3个字：“狗崽子！”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未免也太过分。当年我就这么想，现在我也这么想。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我上小学6年级时，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那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看完以后，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总而言之，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我就想象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者说在我身上怎么会还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于话语，他教给我的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当时话语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会有人性。3. 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住在一所大学里。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大伙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走在前面的是一伙大学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导，还经常提到16条。所谓16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16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居于中心地位，但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唇边似有血迹。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要他开口说话，另一半则在维护他，不让他说话。文化革命里到处都有两派之争，这是个具体的例子。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一个个也是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唇边没有血迹，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拦住，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但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态度。这件事相当古怪，因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的厉害，不但敢吵敢骂，而且动起手来，大学生还未必是个儿。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实，我立刻投身其中，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继续双唇紧闭，两眼发直，显出一种坚韧的态度，继续向前行进。这情形好像他们发了一种集体性的癔症。有关癔症，我们知道有一种一声不吭，只顾扬尘舞蹈，另一种喋喋不休，就不大扬尘舞蹈。不管哪一种，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队时，村里有几个妇女有癔症，
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他的说法，他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吵吵闹闹。假定此说成立，这位丈夫就是个受奸犯，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肉，但肉割来以后，他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显然，这不合乎狐狸的饮食习惯，所以实际上是他，而不是他要吃肉。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议政，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当然，这要把世界阴的一面考虑在内，只考虑阳的一面，结论就只能是，当年大家胡打乱闹，确实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但是我说的那些大学里的男孩子，其实没有犯议政。后来我揪住了一个和我很熟的孩子，问出了这件事的始末。原来，在大学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2个学生在洗脸时相遇，为各自不同的观点争辩起来，争着争着就打了起来。其中一位受了伤，已被送到医院，另一位没受伤，理所当然地成了打人凶手，就是走在队伍前列的那一位。这一大伙人在理论上是前往某个机构，叫做校革委还是筹委会，我已经不记得了，讲理。实际上是在校园里做无目标的布朗运动。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线索，被打伤的学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还是右耳已经记不得，但我肯定是2者之一。有一部分不见了，在现场也没有找到。根据一种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这块耳朵不会在别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学生嘴里，假如他还没把它吃下去的话。因为此菌不但脾气暴躁，急了的时候还会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于交代这件事的要点，忽略了一些细节，比方说受伤的学生曾经惨叫了一声，别人就闻声而来，使打人者没有机会把耳朵吐出来藏起来等等。总之，此菌现在只有2个选择，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耳朵吐出来，证明自己的品行恶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听到这些话，马上就加入了尾随的行列，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并且感觉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块咸咸的东西。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到那件事的结局，因为天晚了，回家太晚会有麻烦。但我的确关心着这件事的进展，几乎失眠。这件事的结局是别人告诉我的。最后，那个咬人的学生把耳朵吐了出来，并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会怎么看？反正当时我觉得如释重负。不管怎么说，人性尚存，同类不会相识，也不会把别人的一部分吞下去。当然，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一些别的东西，比方说咬掉的耳朵块太大，咬人的学生嗓子眼太细，但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虑。我说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学到了一点东西。你可以说这些东西还不够，但这些东西是好的，虽然学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广。我把一个咬人的大学生称为人性的教师，肯定要把一些人气得发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个脾气暴躁，动辄使用牙齿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别人的肉体，这一刻看起来更有力量。再说，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阶段里，人也不可能学到更好的东西了。有一段时间，常听到年长的人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品格低劣。考虑到红卫兵也不是孤儿院里的孩子，他们都是学校教育出来的，对于这种低劣品行，学校和家庭教育应该负一定的责任。除此之外，对我们的品行，大家也过滤了。这是因为世界不光有阳的一面，还有阴的一面。后来我们这些人就去插队，在插队时，同学们之间表现得相当有爱，最起码这是可圈可点的。我的亲身经历就可证明。有一次农忙时期，我生了重病，闹得实在熬不过去了。当时没人来管我，只有一个同样在生病的同学，半搀半拖送我涉过了南碗河，到了医院。那条河虽然不深，但当时足有5公里宽，因为它已经泛滥的连岸都找不着了。假如别人生了病，我也会这样送他。因为有这些表现，我以为我们并不坏，不必青春无悔留在农村不回来，也不必听从某种暗示而集体自杀，给现在的年轻人空出位子来。而我们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处，
都该感谢沉默的教诲。4. 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比方说插队的时候，有些插友就选择了说点什么，到基代会上去讲用，然后就会有些好处。有些话年轻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简单的解释道，基代会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是指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参加了基代会就是积极分子，而积极分子是个好意思。另一种机会是当学生时，假如在会上积极发言，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就可能当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又是个好意思，这些机会我都自愿的放弃了。选择了说话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弃的，他们会认为我不会说话或者不够档次，不配说话，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20多年前，我在云南当知青，除了穿着比较干净，皮肤比较白皙之外，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是个很费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和我们交谈。最起码在我们刚去时，他们是这样想的，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但并不讨厌。还有个讨厌的误会是，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们要高价，以致我们买点东西总要比当地人多花1-2倍的钱。后来我们就用一种独特的方法买东西，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清了毛票，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起初我们给的是公道价，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甚至在毛票里砸有一些分票。假如我说自己洁身自好，没干过这种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但这个人绝不是我。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凄凄哀哀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都撕貔貅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无奖啦，思美啦，散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从当时的情形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那一句话的头一个字发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举这个例子绝不是讨了便宜又要卖乖，只是想说明一下话语的贫乏，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话语圈子里的朋友会说，我举了一个很恶劣的例子，我记住这种事只是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我在沉默中过了很多年，插队、当工人、当大学生，后来又在大学里任过教。当教师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术性的课程，在讲台上只讲技术性的话，下了课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当然，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权。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30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权，而是一切话语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5. 我说自己多年以来保持了沉默，你可能会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2件事我都是干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
我们听说在过去的年代里，连一些伟大的人物都讲过一些违心的话，这说明征税面非常的宽。因为有征话语捐的事，不管我们讲过什么，都可以不必自责。话是上面让说的嘛，但假如一切话语都是征来的捐税，事情就不很妙。拿这些东西可以干什么？它是话，不是钱，既不能用来修水坝，也不能拿来修电站，只能是搁在那里臭掉，供后人耻笑。当然，拿征募来的话语干什么，不是我该考虑的事。也许它还有别的用处，我没有想到。我要说的是，征收话语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说话的人往往有种书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在这方面有个例子，是古典名著《红楼梦》。在那本书里，有2个姑娘在大观园里联句，连着连着冒出了宋胜的词句。这件事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2个10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半夜3更做几句诗，都忘不了宋胜，这叫什么事儿？仔细推敲起来，毛病当然出在写书人的身上，是他有这种毛病。这种毛病就是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2级，一级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级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在这2级之间的话，全都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在那些说话的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税吏。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交纳税金，做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犹如丧失了童真。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交纳税金的责任感。假设我真是这么想，大家就会见到一个最大的废话篓子。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醒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2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 The Word is Out。 然后我又猛醒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作为最后这种人，也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6. 我现在写的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所谓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别的就管他们的。除了文学，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的这些古怪想法。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洋的世界。几年前我在美国读书，有个洋鬼子这样问我们：你们中国那个阴阳学说，怎么一切好的东西都属阳，一点不给阴剩下？当然，他这样发问，是因为他正是一个五体不全之阴人，但是这话也有些道理。话语权属于阳的一方，他当然不会说阴的一方任何好话。就是夫子也未能免俗，他把妇女和小人攻击了一通。这句话几千年来总被人引用，但我就没听到受攻击一方有任何回应。人们只是小心提防着不要做小人，至于怎样不做妇人，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到了现代，女变男的变性手术也是一个难题，
而且也不宜推广。这世界上假男人太多，真男人就会找不到老婆。简言之，话语圈里总是在说些不会遇到反驳的话。往好听里说，这叫做自说自话；往难听里说，就让人想起了一个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仔细考究起来，恐怕聋子、哑巴、绝户都属阴的一类，所以遇到种种不幸也是活该。笔者的国学不够精深，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但我知道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任何人说话都会有毛病，圣贤说话也有毛病，这种毛病还相当严重。假如一般人犯了这种病，就会被说成精神分裂症。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自说自话的人。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可以听到各种要求振奋的话语，让我们来重建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议论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载于1996年第4期《东方杂志》双月刊。花剌子模姓氏问题。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姓氏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对于这最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剌子模的信使。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依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马寅初。50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认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我和李银河从1989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先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来的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这还不算，
还惊动了该刊一位顾问，80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姓氏问题的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3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3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2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者无敌之说，有了军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主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些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2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道，
本人所知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这是变狡猾的例子。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过宁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宁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说是天壤之别，起码也有50步与100步之分。20-30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伙儿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质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3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的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君王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做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变着法儿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宁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捡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为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在得出第3个结论之前，还有一点要补充。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这就是第3个结论。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星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反对。我相信马英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恕我说的难听，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跟马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载于1995年第3期读书杂志。论战与道德。知识分子搞学问，除了闭门造车之外，与人讨论问题也常常是免不了的。在讨论时应该取何种态度，是个蛮有意义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有些见闻，虽然还不够广博，但已足够有趣。先父是位逻辑学家，在50年代曾参加过逻辑问题大讨论，所以我虽然对逻辑所知不多，也把当年的论文集找出来细读了一番。对于当年的论争，各方谁对谁错，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论战的态度却很有看法。众所周知，逻辑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只要能争出个对错即可，但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论战的双方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资产阶级，持有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相形之下，自己是无产阶级，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我看来，逻辑问题是对错真伪的问题，扯上这么多实属冗余。而且在50年代被判定为一名资产阶级分子之后，一个人的生活肯定不是很愉快的。此种论战的方式有恫吓威胁之意。一般认为50年代的逻辑大讨论还算是一次比较平和的讨论，论战各方都没有因为论点前往北大荒，这是必须肯定的。但要说大家表现了多少君子风度，恐怕就说不上了。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的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对坏蛋方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根据文献，反右斗争后期主要是研究右派分子在旧社会的作为，女右派结交男朋友的方式，男右派偷窥女义士的问题。当然，这个阶段发生的事已经不属讨论的范畴，但还属论战的延续。再以后就是组织处理等等，更不属讨论的范围，但是它和讨论有异常显著的因果关系。文化革命里，我是个小孩子，我住的地方有两派，他们中间的争论不管有没有意义，毕竟是一种论争。我记得有一阵子，两派的广播都在朗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倘若你以为双方都在表示自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那就错了。大家感兴趣的只是该文中毛主席痛斥反动派是毒蛇的一段，化成美女的蛇和露出毒牙的蛇。他们虽然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但还没有冻僵呢。朗读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对方领会到自己是条毒蛇这一事实，并且感到不寒而栗。据我所见，这个希望落空了。后来双方都朗读另一篇光辉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显然是把对方看成了反动派，准备接受他们的投降。但是对方又没有这种自觉性，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刀兵相见，打了起来。这以后的事虽然有趣，但已出了本文的范围。文化革命里的两派之争，有一个阶段虽不属论战，
但也非常有趣，那就是两派都想证明对方成分不纯或者道德败坏，要么发现对方庇护了大叛徒走资派，要么逮住他们干了有亏德行的事。在后一个方面，只要有某派的一对青年男女待在一个屋子里，对立面必派出一支精悍队伍埋伏在外面，觉得里面火候差不多了，就踹门进去。我住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而这些事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为。从表面上看，双方都是斯文人，其实凶蛮的很。这使我感到，仅用言辞来证明自己比对方道德优越，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有时候人们的确很难抑制自己的行动欲望。现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毒舌，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奸。然而，假如是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假如不是因外力而终止，就会得到这种结果。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好的，对方是坏的，而对方持有相反的看法，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恶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诉诸行动。假设你有权力，就给对方组织处理；有武力，就让对方头破血流；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一般来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以这种方式争论，总是越辩越不明。你在哪个领域讨论，哪个领域就遭到损害。争论的结果既然是有人好有人坏，那么好人就该有好报，坏人该有坏下场，当然是不言自明。苏联曾在遗传学方面展开了这种争论，给生物学和生物学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国在文化领域里有过好多次这种论争，得到了什么结果也很容易看出来。现在我已是个中年人，我们社会里新的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件也很少发生了，但我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要争谁好谁坏。更难听的话是不说了，但是骂人也可以不带脏字。现在最大规模的文化事件就是上演了一部新的电视剧或是电影，到底该为此表示悲哀还是为之庆幸，我还拿不准。但是围绕着这种文化事件发生的争论之中，还有让人大吃一惊的言论。举例来说，前不久上演了一部电视剧《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和一部分记者就开了个研讨会，会议纪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有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从此之后，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去看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但有些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种风险？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也不看国产电视剧，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比方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我就坚决不肯看，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虽然我在性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我深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事实上，你只要关心文化领域的事，就可能介入了论战的某一方，自身也不得清白。这种事最好还是避免。假如人人都像我这样，我国的文化事业前景堪虞。不过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不管影视也好，文学也罢，倘若属于艺术的范畴，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欣赏，志不期落个欣赏水平低的评价。一扯到道德问题，就让人裹足不前了。这种怯懦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道德问题，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很重视道德问题。假如我干了不道德的事，
我乐于受到指责，并且负起责任，但这种不道德绝不能是喜欢或不喜欢某个电影。假如我不看电影，不看小说，还可以关心一下正经学问，读点理论文章、学术论文。文科的文章往往要说，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了什么什么等等。一篇文章我往往只敢看到这里，因为我害怕看完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就要冒反对马列主义的危险。诚然，我可以努力证明作者口称赞同马列主义，实质上是在反对马列，但我又于心不忍。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大的仇恨。其实不光是理论文章，就是电视剧、小说作者也会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这样一来，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我对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遇到了一批耍猴子的人，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猴戏我当然没看，我怕看到猴子翻跟头不喜欢，就背上了反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这些顺嘴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电影、电视、小说、理论文章都可以抢我喜欢，只要你不抢我去看，我可以喜欢。连猴戏也要抢我喜欢，实在太过分了。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尤其见不得它做鬼脸。现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不管在商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唯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只是一点小小的文明，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假设文化领域里的一切论争都是道德之争、神圣之争，那么争论的结果就该是出人命。重大的论争就该有重大的结果，但这也实在令人伤心。假若重大的论争没有重大的结果，那就更让人伤心。一些人不道德、没廉耻，还那么正常的活着。正如孟子所说，无耻之耻，无耻矣。我实在不敢相信文化界还有这么多二皮脸之人。除了这两种结果，还有第三种结果，那就是大家急赤白脸的争论道德、廉耻，争完了就忘了。这就是说，从起头上就没把廉耻当廉耻，道德当道德。像这样的道德标准，绝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接受的。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我们热爱艺术，热爱科学，认为他们是崇高的事业，但是不希望这些领域里的事同我为人处事的态度，我对别人的责任，我的爱憎感情发生关系，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这是因为这两个方面不在一个论域里，而且后一个论域比前者要严重。打个比方，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爪哇土著人，此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惧战争，但是更重视清洁。换言之，生死和清洁两个领域里，他们更看重后者。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橛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能使我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文化的领域是个屎橛纷飞的场所，臭气熏天，绝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所以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然后再好言相劝。算了吧，何必呢？载于1994年第4期《东方杂志》。理想国
与哲人王。罗素先生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时说，这篇作品有一个蓝本，是斯巴达和他的立法者莱库格斯。我以为对于柏拉图来说，这是一道绝命杀手。假如《理想国》没有蓝本，起码柏拉图的想象力值得佩服。现在我们只好去佩服莱库格斯，但他是个传说人物，真有假有尚存疑问。由此所得的结论是，《理想国》和他的作者都不值得佩服。当然，到底罗素先生有没有这样阴毒，还可以存疑。罗素又说，无数青年读了这类著作，燃烧起雄心，要做一个莱库格斯或哲人王。只可惜，对权势的爱好使人一再误入歧途。顺便说一句，在《理想国》里是由哲学家来治国的，倘若是巫师来治国，那些青年就要想做巫师王了。我很喜欢这个论点。我哥哥有一位同学，他在文化革命里读了几本哲学书，就穿上了一件蓝布大褂，手里掂着红蓝铅笔，在屋里踱来踱去，看着墙上一幅世界地图，考虑起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了。这位兄长大概是想要做世界的哲人王，很显然他是误入歧途了，因为没听说有哪个中国人做了全世界的哲人王。自柏拉图以降，即便不提哲人王，起码也有不少西方知识分子想当莱库格斯。这就是说，想要设计一整套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让大家在其中幸福的生活。其中最有名的设计大概要算摩尔爵士的乌托邦。罗素先生对乌托邦的评价也很低，主要是讨厌那些繁琐的规定。罗素以为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把什么都规定了就无幸福可言。作为经历了某种乌托邦的人，我认为这个罪状太过轻微，因为在乌托邦内对什么是幸福都有规定，比如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在乌托邦里很难找到感觉自己不幸福的人，大伙只是傻愣愣的，感觉不大自在。以我个人为例，假如在70年代我能说出罗素先生那样充满了智慧的话语，那我对自己的智力状况就很满意，不再抱怨什么。实际上，我除了活着怪没劲儿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本文的主旨不是劝人不要做莱库格斯或哲人王，照我看，这是个兴趣问题，劝也是没有用的。有些人喜欢这种角色，比如说我哥哥的那位同学，有些人不喜欢这种角色，比如说我。这是两种不同的人，这两类人凑在一起时，就会起一种很特别的分歧。据说人脖子上有一道纹路，旧时刽子手砍人就从这里下刀，可以干净利索地切下脑袋。出于职业习惯，刽子手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要打量他脖子上的纹，想象这个活怎么来做，而被打量的人总是觉得不舒服。我认为，对于敬业的刽子手，提倡出门时戴个墨镜是恰当的，但这已是题外之语。想象几个刽子手在一起互相打量，虽然是很有趣的图景，但不大可能发生，因为谢天谢地，干这行的人绝不会有这么多。我想用刽子手比喻喜欢并且想当哲人王的人，用被打量的人比喻不喜欢而且反对哲人王的人。这个例子虽然有点不合适，但我也想不到更好的例子。另外，我是写小说的，我的风格是黑色幽默，所以我不觉得举这个例子很不恰当。举这个例子不是想表示我对哲人王深恶痛绝，而是想说明一下被打量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众所周知，哲人王降临人世是要带来一套新的价值观、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假如他来了的话，我就没有理由想象自己可以置身于世外，这就意味着我要发生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而要变成个什么，自己却一无所知。如果说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恐怕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缘故，知道有人想当哲人王，我就觉得自己被打量着。我知道这哲人王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他必须是品格高洁之士，而且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在此我举中国古代的哲人王为例，这只是为了举例方便，毫无影射之意。孔子是圣人，也很有学问，夏礼周礼他老人家都能言之。但假如他来打量我，我就要抱怨说，甭管你会什么礼，千万不要来打量我。再举孟子为例，他老人家善养浩然之气，显然是品行高洁，但我也要抱怨道，您养正气是您的事儿，打量我干什么？这两位老人家的学养再好，总不能构成侵犯我的理由。特别是假如学养的目的是要打量人的话，我对这种学养的性质是很有看法的。比方说朱熹老夫子格物致知，最后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本人不姓朱，还可以免于被齐，被治和被平总是免不了的。假如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生活就是很不安全的。很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有一位我全然不认识的先生在努力的格治，只要他功夫到家，不管我乐意不乐意，也不管他打算怎样下手，我都要被治和平，而且根本不知自己会被修理成什么模样。就我所知，哲人王对人类的打算都在伦理道德方面，倘若他能在物质生活方面替我们打算周到，我倒会更喜欢他。假如能做到，他也不会被称为哲人王，而会被称为科学狂人。实际上，自从有了真正的科学，科学家表现得非常本分，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就是教人本分的学问，所以根本就没出过这种狂人。至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就不敢这么说，起码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叫做学而优则仕。当然，若说学了它就会打量人，可能有点过分，但一听说它又出现了新的变种，我就有点紧张。国学主张学以致用，用在谁身上可以不问自明。当然，这又是题外之语。至于题内之语，还是我们为什么要怕哲人王的打量。照我看来，此君的可怕之处，首先在于他的宏伟志向。人家考虑的问题是人类的未来，而我们只是人类的几十亿分之一，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水浒传里的牢头镜子常对管辖人犯说，你这厮只是俺手上的一个行货。一想到哲人王，我心中难免有种行货感。顺便说一句，有些话只有哲人才能说得出来，比如尼采说，到女人那里去，不要忘了带上鞭子。我要替女人说上一句，我们招谁惹谁了？至于这类疯话气派很大，我倒是承认的。总的来说，哲人王藐视人类，比牢头镜子有过之无不及。主张信任哲人王的人会说，只有藐视人类的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利益。我又要说，只有这种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祸害。从常理上来说，倘若有人把你当作 nothing， 你又怎能信任他们？哲人王的又一可怕之处在于他的学问。在现代社会里，人人都有不懂的学问，科学上的结论不足以使人恐惧，因为这种结论是有证据和推导过程的。对于有理性的人，这种说法是你迟早会同意的那一种。而哲学上的结论就大不相同，有的结论你抵死也不会同意，因为既没有证据，也没有推导。哲人王本人就是证明，而结论本身又往往非常的严重。举例来说，尼采先生的结论对一切非受虐狂的女性就很严重。就这句话而论，我倒希望他能活过来，说一句我是开个玩笑，然后再死掉。当然，我也盼着中国古代的圣人活过来，把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世界事大之类的话收回一些。我说哲人王的学问可怕，丝毫也不意味着对哲学的不敬。哲学不独有趣，还足以启迪智慧。文化革命里，工农兵学哲学时说，哲学是聪明学，我以为并不过分。若以为哲学里种种结论可以搬到生活里使用，恐怕就不尽然。下乡时常听老乡抱怨说，学了聪明学反而更笨，连地都不会种了。至于可以使人成王的哲学，我认为它可以使王者更聪明，老百姓更笨。罗素是个哲学家，他说，真正的伦理准则
把人人同等看待。很显然，他的哲学不能使人成王。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像这样的哲学就能使人首先是自己成王。孔丘先生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子子孙孙都是衍圣公，他老人家果然成了个哲人王。时至今日，还有人盼着出个哲人王，给他设计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好到其中去生活。因此就有人乐于做哲人王。只可惜这些现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么好东西。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至于我自己，总觉得生活的准则、伦理的基础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假如有未明之处，我也盼望学者贤明的意见。只是这些学者应该像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样讲出些晦涩偏执的怪理，或者指天划地、口沫飞溅地做出若干武断的规定，那还不如让我自己多想想的好。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一战刚结束时，梁任公旅游归来，就看到前一种精神的不足。那个时候列强竞相掠夺世界，以致打了起来，生灵涂炭。任公觉得东方人有资格给他们上一课，而当时罗素先生接触了东方文明以后，也觉得颇有教益。现在时间到了世纪末，不少东方人还觉得有资格给西方人上一课。这倒不是因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人的物欲毫无止境，搞得能源、生态一起闹了危机，而人际关系又是那么冷酷无情。但是这一刻没有听众，急得咱们自己都抓耳挠腮。这种物欲横流的西方病，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诊断过。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利，孟子就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所谓利，就是能满足物质欲望的东西。在古代生产力有限，想要利就得从别人那里夺，争得凶了就要打破头。现代科技发达，可以从开发自然那里得到利益，搞得过了头又要造成生态危机。孟子提出一种东西作为利的替代物，这个暂且不提。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方病的根源。笔者既学过文，又学过理，两边都是糊里糊涂，且有好作不伦不类的类比之恶习。不管怎样，大家可以听听，这种类比可有道理。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又成为他行动的动力。比方说，冷天烧了暖气觉得舒服，热天放了冷气又觉得舒服，结果他就要把房间恒温到华氏70度，购买空调机，耗费无数电力。骑车比走路舒服，坐车又比骑车舒服，结果是人人买汽车，消耗无数汽油。由此看来，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这在控制论上叫做正反馈。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器，人首先有某种待满足的物欲，在欲望推动下采取的行动是欲望满足，得到了乐趣，这都是正常的。乐趣又产生欲望，又反馈回去，成了再做这行动的动力，于是越来越凶，成了一种毛病。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抽风。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就会闹出这种毛病。喇叭里的声音又进了话筒，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结果就是要吵死人，行话叫做自激。在我们这里看来，西方社会正在自激，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搅到最后连什么是舒服都不清不楚，早晚把自己烧掉了完事。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是个欲望的放大器，
他在满足物欲方面能做得很成功，当然也有现代技术在做他的后盾。孟老夫子当年就提出要制止这种自激，提出个好东西，叫做仁义。仁者亲亲也，义者敬长也。亲亲敬长很快乐，又不毁坏什么，这不是挺好的吗？有关自激像抽风，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凡高级动物脑子里都有快乐中枢，对那地方施以刺激，你就乐不可支。据说吸毒会成瘾，就是因为毒品直接往那里作用。有段科普文章里说到，有几个缺德科学家在海豚脑子里装了刺激快乐中枢的电极，又给海豚一个电键，让它可以自己刺激自己，结果它就抽了风，废寝忘食的狂敲不止。我当然不希望他们是在寻海豚的开心，而希望他们是在做重要的试验。不管怎么说吧，上下交争力是抽这种风，无止境的开发自然也是抽这种风。我们可以教给西方人的就是，咱们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乐趣。当然，这种乐趣里最直接的就是性爱，但是孟子毫不犹豫地把它挖了出去。虽然讲出的道理很是牵强，说穆少爱不是先天的良知良能，是后天学坏了。现代人当然要得出相反的结论，实际原因也很简单，它可能导致自激。孟子说，乐之时乃是父子之情，手足之情。顺便说说，有注者说这个乐字是音乐之乐，我不大信。在辅之以礼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是孟子的说法，但我不大信服。他所说的那种快乐也可以自激，就如孟子自己说的，乐则生矣，生则恶可移也。恶可以，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谁要说这不叫抽风，那我倒想知道一下什么是抽风。而且我认为，假如没有一大帮人站在一边拍巴掌，谁也抽不到这种程度。孟夫子本人当然例外。中国人在人际关系里找到了乐趣，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一大优点。因为有此优点，我们既不冷漠又不自私，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中国社会四平八稳，不容易出毛病，这些都是我们的优点。我也不敢妄自菲薄，但是基督曾说，不要只看到别人眼里有木刺，没准自己眼里还有大梁呢。中国的传统道德讲究的过了头，一样会导致抽风式的举动。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也是个放大器。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到忠臣孝子节父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刺激你更去行忠孝节义，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干什么都搞不清。举例言之，我们讲究孝道，人人都说孝子好，孝子一吃香，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从而走火入魔。什么过去埋儿啦，卧冰求鱼啦，谁能说这不是自激现象？再举一例，中国传统道德里要求妇女守身如玉，从一而终，这可是个好道德吧？于是人人盛赞节猎妇女。翻开历史一看，女人为了节猎，割鼻子拉耳朵的都有。鼻子耳朵不比头发指甲，割了长不出来，而且人身上有此零件必有用处，拿掉了肯定有不便处。若是为节猎之名而自杀，肯定是更加不妥的了。此类行为就像那条抽风的海豚。文化革命中大跳中字舞时也是抽的这种风，你越是五迷三道，晕头胀脑，大家就越说你好。所以当时9亿人民都像发了40度的高烧，不用我说你就能发现，这正是孟子说的那种手舞足蹈的现象。历经了文化革命的中国人，用不着我来提醒，就知道它是有很大害处的。忠可算是有东方特色的，而且可以说它是孝的一种变体，所以东方精神发扬到了极致，和西方精神一样的不合理，没准还会更坏。我们这里不追求物欲的极大满足，物质照样不够用。正如新儒家学者所说，我们的文化重人，所以人多了一定好。假如是自己的种，那就更好。做父母的断断不肯因为穷养不起就不生，生得多了，人际关系才能极大丰富，对不对？
于是你有一大帮儿子，就有人羡慕。结果中国有12亿人，虽然都没有要求开私家车、用空调机，能源也是不够用。只要1日3餐的柴火，就能把山林砍光；只要有口饭吃，地就不够种。偶尔出门一看，到处是人山人海。我就觉得咱们这里自己的很厉害。虽然就个体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的物欲，就总体来看还是很过分。中国人一年烧掉10亿吨煤，造出无数垃圾，同样也超过地球的承受力。现在社会虽然平稳，拿着这么多的人口也是头疼，故而要计划生育，这就使人伦的基础大受损害。倘若这种东方特色不能改变，那就只能把大家变到身高3寸，那么所有的中国人又可以快乐的生活，而且享受优越的人际关系。可以预言，过个300-500年，3寸又嫌太高，就这么缩下去，一直缩到风能吹走，看来也不是好办法。本文的主旨在于比较东西方不同的快乐观。罗素在讨论伦理问题时曾经指出，人人都希求幸福。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就希求它，那就是错误的。谁也不是因为吃是幸福的才饿的呀。幸福的来源就是不计苦乐，不计利弊，自然存在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种类、分量都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当然，这是人在正常时的情形。被人哄到5迷3道、晕头转向的人不在此列。马尔库塞说西方社会有病，是说他把物质消费本身当成了需要。消费不是满足需求，而是满足起哄。我能够理解这种毛病是什么，但是缺少亲身体验。假如把人际关系和谐本身也当成需要，像孟子说的那样，行孝本身是快乐的，所以去行孝，当然就更是有病。而且这种毛病我亲身体验过的。人满足物质欲望的结果是消费，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是人避免孤独这一需要的结果。一种需要本身是不会过分的，只有人硬要去夸大它，导致了自激时才会过分。饿了找个干净饭馆吃个饭，有什么过分？想要在吃饭时显示你有钱才过分。你有个爸爸，你很爱他，要对他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个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需要本身只有1分，你非要把它弄到10分，这原因大家心里明白。社会对个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干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喝彩声，正是这件事在导致自激。东方社会有东方的起哄法，西方有西方的起哄法，而且两边比较起来，还是东方社会里的人更爱起哄。假如此说是正确的，那么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地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希望。看到人们在为物质自激，就放出人际关系的自激去干扰；看到人在人际关系里自激，就放出物质方面的自激去干扰。这样激来扰去，听上去就不是个道理。搞得不好，还能把2种毛病一起染上。出了门，穷奢极欲，非奔驰车不坐，非毒蛇王八不吃，甚至还要吃金箔，饿金屎。回了家又满嘴仁义道德，整个一个封建家长，只会上演种种草菅人命的丑剧。要不就走向另一极端，对物质和人际关系都没了兴趣，了无生趣。假如我还不算太孤陋寡闻，这2样人物我们在当代中国都已经看到了。载于1995年第2期《东方》杂志。我看国学。我现在40多岁了，师长还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
从四书到二程、诸子，乱看了一通。我读书是从小说读起，然后读四书；做人是从知青做起，然后做学生。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虽然如此，看古书时还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那就是子见男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2个线圈、1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茨，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的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2程里有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圣人所说的人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人，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词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团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地有一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没有提到，可能观察的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可能是井太深，
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诸子一下子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诸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儿，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2000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2个字就能知道他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文革里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所以以为这个调调我也懂，说是诵经念咒并不过分。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2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的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的嚼。当然我没有这样的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的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个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会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载于1995年第2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智慧与国学。1，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古插过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于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近代以来，确有一头长耳朵怪物奔过了中国的原野，搅乱了这里的马群。它就是源于西方的智慧。假如这头驴可以撵走，倒也简单，问题在于撵不走，于是就有了种种针对驴的打算，把它杀掉、阉掉，让它和马配骡子。没有一种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希望驴和马能和睦相处，这大概也不可能。
有驴子的地方，马就养不住。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马的意见最为正确。对马来说，驴子的确是可怕的怪物。让我们来看看驴子的古怪之处。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有学生发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叫奴隶给他1块钱，还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很多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按中国人的标准，这个学生和贵妇有理，欧几里得和法拉第没有理。学以致用嘛，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叫学问？西方的智者却站在老师一边，赞美欧几里得和法拉第，鄙薄学生和贵妇。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出，很直路的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发现欧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怎样在科学面前掩饰我们要好处的暧昧心情，成了一个难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有重实用的倾向，他们还以为这一点并不坏。抱着这种态度，我们很能欣赏一台电动机，这东西有器物之用，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些贡献。我们还可以像个迂夫子那样系列出它有抽水之用、通风之用等等。如何得到之用还是个问题。于是我们想到了发明电动机的那个人，他叫做西门子或者爱迪生。他的工作对我们可以使用电机有所贡献，换言之，他的工作对器物之用又有点用，可以叫做器物之用之用。像这样林林总总可以揪出一大群。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等，分别具有之用、之用、之用或者更多的之用。像我这样的驴子之友看来，这样来想问题岂止是有点笨，简直是脑子里有块榆木疙瘩，嗓子里有一口痰。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按老派人士的说法，它该叫做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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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末节的末节。一个人假如这样看待人类最高尚的品行，何止是可耻，简直是可杀。而区区的物品却可以叫之用，和人亲近了很多。总而言之，以自己为中心，只要好处，由此产生的狼心狗肺的说法，肯定可以把法拉第、爱迪生等人气得在坟墓里打滚。在西方的智慧里，怎样发明电动机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电动机。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真是有点绕。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3721，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中国人还以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童不仅要背45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灯。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夫子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他老人家是圣人，和我们不一样。再说，也没人敢打他的板子。从书上看，孟子曾从思辨中得到一些快乐，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临终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还有一个物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2道难题去问上帝。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此看来，
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教驴和善马的区别。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作为驴子之友，我对爱马之人也有一种敬意。通过刻苦的修炼来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敬祖宗、畏鬼神、抚养皆能无愧的好人，这种打算当然是好的。唯一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蛋，直愣愣的想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一种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类，才会时时想到我可能还不够聪明。所以我不满意爱马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提出一个骡子式的折中方案，你只有变得更聪明，才能看到人间的至善。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答案，我更喜欢驴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2.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的那2道难题是相对论和湍流。他还以为后一道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的够够的，聪明的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在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啊？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当然，马克吐温很为表哥高兴，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讨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说实在的，等人来这点事还是洋鬼子给我们找的，要不是达伽马找到了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科学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里，再谈点什么？是啊，
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投奔了我们，此后再干点什么？难道重操旧业，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点考据、训诂什么的。过去的读书人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受得了。把拥有这种超级智慧比作上天堂，马克吐温的最后一个问题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有什么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也比闲了没事要好。是啊，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3. 我有位阿姨生了个傻女儿，比我大几岁，不知从几岁开始学会了缝扣子。她大概还学过些别的，但没有学会。总而言之，这是她唯一的技能。我到她家去做时，每隔3到5分钟，这傻丫头都要对我狂嚎一声：我会缝扣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让我向她学缝扣子，但我就是不肯。理由有2：其一，我自己会缝扣子；其2，我怕她扎着我。她这样爱我，让人感动，但她身上的味儿也很难闻。我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一位青年，叫做 David。 我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听了不由得动了邪火，真想扑上去咬他。之所以没有咬，是因为想起了傻大姐，自觉得该和他有些区别，所以悻悻然地走开，心里想到，妈的，你知道这些，还不是从我们这里知道的？礼仪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奸母、子弑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假如我那位傻大姐学会了一点西洋学术，比方说几何学，一定会跳起来大叫道：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东西就是几何学。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确没有哪种禽兽会几何学。那时他肯定要逼我跟他学几何，如果我不肯跟他学，他定要说我是禽兽之类，并且责之以大义。至于我是不是已经会了一些，他就不管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他能学会这东西，而是说只要他会了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当作超级智慧。相比之下，那东西是什么倒无所谓。由这件事，我想到超级知识的本质。这种东西，罗素和苏格拉底都学不会，我学起来也难。任何知识本身，即便繁难，也可以学会。难就难在让它变成超级，从中得到大欢喜、大欢乐，无限的自满、自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那种品行。这种品行，我的那位傻大姐身上最多，我身上较少。至于罗素、苏格拉底2位先生，他们身上一点也没有。傻大姐是个知识的放大器，学点东西极苦，学成以后极乐。某些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傻大姐相近，说实在的，他们把它放得够大了。拉封丹寓言里有一则大山临盆，内容如下：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倒屋塌，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剩下了一只耗子。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大山临盆一样壮烈。当然，我说的不止现在，而且有过去，还有未来。正如郁夫子不懂西方的智慧，也能对他品头论足一样，罗素没有手舞足蹈的品行，但也能品出其中的味道。大概把对自己所知之学的狂热感情视作学问本身，乃是一种常见的毛病。不独中国人犯，外国人也要犯。他说，人可能认为自己有无穷的财源，而且这种想法可以让他得到一些满足。何止是一些，罗素真是不懂。有人确实有这种想法，但银行经理和法院一般不会同意他们。银行里有账目，想骗也骗不成。至于在法院里，我认为最好别吹牛，搞不好要进去的。
远离这两个危险的场所，躲在人文学科的领域之内，享受自满自足的大快乐，在目前还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人养。在自然科学里就不行。这世界上每年都有人发明永动机，但谁也不能因此发财。顺便说一句，我那位傻大姐现在已经50岁了，还靠我那位不幸的阿姨养活着。载于1995年第11期《读书杂志》。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肖伯纳是个爱尔兰人，有一次人家约他写个剧本来弘扬爱尔兰民族精神。他写了英国佬的另一个岛，有个剧中人对爱尔兰人的生活态度做了如下描述：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一只猪。不知为什么，我看了这段话，脸上也有点热辣辣。这方面我也有些话要说。肖伯纳的态度很能壮我的胆。1973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有关这个小山村，从小我姥姥已经给我讲过很多。她说这是一个4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100多条驴。我姥姥还说，驴在当地很有用，因为那里地势崎岖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里送点什么，或者从地里收获点什么，驴子都是最重要的帮手。但是我到村里时，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村里不是40户人，而是100多户人，驴子一条都不见了。村里人告诉我说，我姥姥讲的是20年前的老黄历，这么多年以来，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来。至于驴子，在学大寨之前还有几条，后来就没有了。没有驴子以后，人就担负起往地里运输的任务。当然不是用背来驮，而是用小车来推。当地那种独轮车载重比小毛驴驮的还要多些，这样人就比驴有了优越性。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其实那种粪里土的成分很大，一车粪大概有300多斤到400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200-300米的地方。这就是说，要把200公斤左右的东西送到80层楼上，而且早上天刚亮到吃早饭之间就要往返10趟。说实在话，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我以为自己长得人高马大，在此之前又插过3年队，别人能干的事我也该能干。结果才推了几趟，我就满嘴是胆汁的味道。推了2天，我从城里带来的2双布鞋的后跟都被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一刻不停的震颤之中。后来我只好很丢脸的接受了一点照顾，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干活。好在当地人没有因此看不起我，他们还说，像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能把这种工作坚持到3天之上，实在是不容易。就连他们这些干惯了的人都觉得这种工作太过辛苦，能够歇上1-2天都觉得是莫大的幸福。时隔20年，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了一遍，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用人来取代驴子往地里送粪，其实很不上算。因为不管人也好，驴也罢，送粪所做的功都是一样多。我们人和驴都需要能量补充，人必须要吃粮食，而驴子可以吃草。草和粮食的价值大不相同。事实上，一个人在干推粪这种活和干别的活时相比，食量将有一个很可观的增长，这就导致了粮食不够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干。白薯干比之正经粮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卖到2毛钱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是3分钱一斤，一般做饲料的草顶多值2分钱。我不认为自己在吃下1斤白薯干之后可以和吃了10斤干草的驴比赛负重，而且白薯干还异常难吃，噎人难消化，容易导致胃溃疡，而驴在吃草时肯定不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在此必须强调指出，此种白薯干是生着切片晾的，假设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种甜甜的东西，就绝不值2毛钱一斤。有关白薯干的情况还可以补充几句，它一进到食道里就会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发糕还是面条，只要不用大量的粮食来冲淡，
都有同等的效果。因此，我曾设想改进一下进食的方式，拿着大鼎来吃饭，这样它往上一蹦，就正好进到胃里，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没有试验过，我怕被别人看到后难以解释。白薯干原来是猪的口粮，这种可怜的动物后来就改吃人鹅的屎。据我在厕所兼猪圈里的观察，他们一遇到吃薯干鹅出的屎，就表现出愤怒之状。这曾使我在出贡时良心大感痛苦。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为止。由此可见，我姥姥在村里时，40户人家，100多条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当然，我在村里时，100多户人家没有驴，也符合经济规律。前者符合省钱的规律，后者符合就业的规律。只有100户人家加100条驴不符合经济规律，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事可做，于是驴子就消失了。有关这件事，可以举出一件恰当的反例。在英国产业革命前夕，有过一次圈地运动，英国农民认为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则是人吃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吃。村里人说，有一阵子老是吃驴肉，但我去晚了，没赶上，只赶上了吃白薯干。当然，在这场人和驴的生存竞争中，我当时坚定地站在人这一方，认为人有吃掉驴子的权利。最近我读到布罗代尔先生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发现这种生存竞争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于在人和驴之间，更不限于本世纪70年代。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16世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就发现，与西欧相比，中国的益处非常少，对水利和风力的利用也不充分。这就是说，此种生存竞争不光在人畜之间存在，还存在于人与浩浩荡荡的自然力之间。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场上反对水和风了，因为这种对手过于低级，胜之不武。而且我以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大概是有点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完全不同。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由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种遗憾。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人推时不蒙眼，因为大家觉得这像一头驴，不好意思。其实人也会晕。我的切身体会是，人只有2条腿，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实，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我还听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永贵大叔在大寨曾和一头驴比赛负重，驴子摔倒，永贵大叔赢了。我认为那头驴多半是个小毛驴，而非关中大叫驴。后一种驴子体态壮硕，恐非人类所能匹敌。不管是哪一种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车，人也比驴强。我认识的一位中学老师曾经用客观的态度给学生讲过这个故事，未加褒贬，结果在文化革命里被斗得要死。这最后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年鉴学派。假如布鲁代尔是中国人，写了一本有关中国农村物质生活的书，人和驴比赛负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文化革命这一关他绝对过不去。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样缜密的考证，但我也得出了结论，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受力，而是
以人力取代自然力受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当然，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我认为自己在插队时遭遇的一切，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在人与兽、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人这一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如前所述，我们不像驴子那样有4条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风和水那样浑然无觉不知疲倦。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而苦和累这2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2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引自《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篇文章写到了这里，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些聪明人，虽然中国人是如此的聪明，但是布罗代尔对17世纪中国的物质生活，包括北京城里有多少人靠捡破烂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后，下结论道：在这一切的背后，潜在的贫困无处不在。我们的祖先怎么感觉不出来？我的结论是，大概是觉得那么活着就不坏吧。椰子树与平等。20多年前，我在云南插队，当地气候炎热，出产各种热带水果，就是没有椰子，整个云南都不长椰子。根据野史记载，这其中有个缘故。据说在三国以前，云南到处都是椰子，树下住着幸福的少数民族。众所周知，椰子有很多用处，椰蓉可以当饭吃，椰子油也可以食用，椰子树叶里的纤维可以织粗糙的衣裙，椰子树干是木材，这种树木可以满足人的大部分需要，当地人也就不是农耕，过着悠闲的生活。忽一日，诸葛亮南征来到此地，他要教化当地人，让他们尊崇我们的生活方式，干我们的活，穿我们的衣服，服从我们的制度。这件事起初不大成功，当地人没看出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优越之处。首先，秋收春种，活得很累，起码比摘椰子要累。其次，汉族人的衣着在当地也不适用。就以诸葛先生为例，那身道袍料子虽好，穿在身上除了捂汗和捂痱子，捂不出别的来。至于那顶道冠，既不遮阳也不挡雨，只能招马蜂进去做窝。当地天热，摘2片椰树叶，把羞处遮着就可以了。至于汉朝的政治制度，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来说，未免太过繁琐。诸葛先生磨破了嘴皮子，言必称孔孟，但也没人听。他不觉得自己的道理不对，却把账算在了椰子树身上，下了一道命令，一夜之间就把云南的椰树砍了个精光，免得这些蛮夷之人听不进圣贤的道理。没了这些树，他说话就有人听了。对此，我的解释是，诸葛亮他老人家南征可不是一个人去的，还带了好多的兵。砍树用的刀斧也可以用来砍人，砍树这件事说明他手下的人手够用，刀斧也够用。当地人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怕了诸葛先生。我这种看法你尽可以不同意。我知道你会说，诸葛亮乃古之贤人，不会这样赤裸裸地用武力威胁别人，所以我也不想坚持这种观点。对于此事，野史上是这么解释的：蛮夷之人有些稀奇之物，就此轻狂，胆敢藐视天朝大邦，没了这些珍稀之物，他们就老实了。这就是说，云南人当时犯有轻狂的毛病，这是一种道德缺陷。诸葛先生砍树是为了纠正这种毛病，是为他们好。我总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太过惊世骇俗。人家有几样好东西，活得好一点，心情也好一点，这就是轻狂。
非得把这些好东西毁了，让人家心情沉痛，这就是不轻狂。我以为这是野史作者的意见，诸葛先生不是这样的人。野史是不能当真的，但云南现在确实没有椰子，而过去是有的，所以这些椰树可能是诸葛亮砍的。假如这不是耍野蛮，就该有种道义上的解释。我觉得诸葛亮砍椰树时可能是这么想的：人人理应生来平等，但现在不平等了。四川不长椰树，那里的人要靠农耕为生；云南长满了椰树，这里的人就活得很舒服。让四川也长满椰树，这是一种达到公平的方法，但是限于自然条件很难做到，所以必须把云南的椰树砍掉，这样才公平。假如有不平等，有2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比如有些人生来四肢健全，有些人则生有残疾。一种平等之道是把所有残疾人都治成正常人，这可不容易做到。另一种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变成残疾人就很容易，只需要用铁棍一敲，一声惨叫，这就变过来了。诸葛先生采取的是向下拉平之道，结果就害得我吃不上椰子。在云南时，我觉得嘴淡时就啃几个木瓜，木瓜淡而无味，假如没熟透，啃后满嘴都是麻的。但我没有抱怨木瓜树，这种树内地也是不长的，假如它的果子太好吃，诸葛先生也会把它砍光了。我这篇文章题目在说椰子，实质在谈平等问题。挂羊头卖狗肉正是我的用意。人人理应生来平等，这一点人人都同意，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而且最大的不平等不是有人有椰子树，有人没有椰子树。如罗素先生所说，最大的不平等是知识的差异，有人聪明，有人笨，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这里所说的知识、聪明是广义的，不单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文化素质、艺术的品味等等。这种椰子树长在人脑里，不光能给人带来物质福利，还有精神上的幸福。这后一方面的差异，我把它称为幸福能力的差异。有些作品，有些人能欣赏，有些人就看不懂。这就是说，有些人的幸福能力较为优越，这种优越最招人嫉妒。消除这种优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给聪明人头上一闷棍，把他打笨些。但打轻了不管用，打重了会把脑子打出来，这又不是我们的本意。另一种方法则是，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载于1996年第14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人性的逆转。1. 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不想富裕。这句话是作为一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却证明此话大有道理。对于这句话还可以充分的推广。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追求快乐，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聪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这种情形常常能把人彻底搞糊涂。洛克先生以为人人都追求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大厦。斯宾诺莎也说，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存。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读者，我认为这是同一类的东西，认为人趋利而避害，趋乐而避苦，这是伦理学的根基。以此为基础，一切都很明白。相比之下，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生，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鲜艳的东西叫做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反正我以前认为前一种想法更对。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富裕，
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前一种想法就叫做聪明，后一种想法就叫做愚蠢。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凭这样的学问底子，自然难以和专业哲学家理论。但我还是以为这些话不能不说。对于人人都追求快乐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罗素却以为不尽然。他举受虐狂作为反例，当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是受虐却不是罕见的品行。70年代，笔者在农村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作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括的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些罪来受。但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却乐此不疲，干的起码是不比别人少。学大寨的结果是使大家变得更加贫穷。道理很简单，人干了艰苦的工作之后就变得很能吃，而地里又没有多长出任何可吃的东西。这个例子说明，人人都有所追求，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追求的却可以是任何东西。你总不好说任何东西都是快乐吧？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因为这个缘故，在我年轻时总是个问题青年，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一些，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成功。人应该改变自己，变成某种样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有疑问的只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一大堆，比如说，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更漂亮、更性感一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一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一些，还是更有礼貌一些？等等。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70年代，就会明白，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1+1等于2，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2，我相信洛克的理论，人活在世上，趋利趋乐暂且不说，首先应该避苦避害。这种信念来自我的人生经验。我年轻时在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谁要是有同样的经历就会同意。为了谋生，人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必须搬动大量沉重的物资。这些物资有时是水，有时是粪土，有时是建筑材料等等。到70年代中期为止，在中国南方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答案是一根扁担，在中国的北方则是一辆小车。我本人以为这两个方案都愚不可及。在前一个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脚跟，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寸骨骼都在100、10公斤重物的压迫之下，会给你带来腰疼病、腿疼病。后一种方案比前种方案强点不多，虽然车轮承担了重负，但车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话，比挑着还要命。西方早就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先有阿基米德，后有牛顿、卡特，所以在100-200年前就把这问题解决了。而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也没解决。你或者会以为西方文明有这么一点小长处，善于解决这种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不对的。主要的因素是感情问题。西方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2片白薯干，中午吃2片白薯干，晚上再吃2片白薯干。
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3，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孟子不是这么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据我所知，孟子远不是个笨蛋，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蛋为好。总而言之，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在70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杆没捞上来，人也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知青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结论是国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人家也没这么说，他们只说算计自己的命值点什么。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崇高。坦白地说，我就是困惑者之一。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他的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4，过去欧洲有个小岛，岛上是苦役犯服刑之处。犯人每天的工作是从岛东面挑起满满的一挑水，走过崎岖的山道，到岛西面倒掉。这岛的东面是地中海，水从地中海里急来，西面也是地中海，这担水还要倒回地中海里去。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着的。我想倒在西面的水最终还要流回东面去。无价值的吃苦和无代价的牺牲，大体就是这样的事。有人会说，这种劳动并非毫无意义，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灵魂。而有些人会立刻表示赞成，这些人就是那些岛上的犯人。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拿着鞭子，很会打人。根据我对人性的理解，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也有人会保持这种观点。假如不是这样，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就被逆转了。从这个例子来看，要逆转人性，必须要有2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2个因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这么大劲儿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处，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则不会有这么个岛。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含了这种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朝廷的礼节，见皇上要3磕9叩，扬尘舞蹈，这套把戏耍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实的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这2个因素，这套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脑子搞得很糊涂。回想70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一块搞的，这样2个因素就凑齐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1+1等于2。这只说明一件事，要逆转人性，还要有第3个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5，我认为70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70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机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
想想什么是1+1等于2。70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70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2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说到吃苦牺牲，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这些都属于1+1等于2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我在70年代吃的苦，做出的牺牲是无价值的，所以这种经历谈不上崇高。这不是为了贬低自己，而是为了对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有个清醒的评价。逻辑学家指出，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出口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叫做糊涂。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因为人性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经过了70年代，有些人把对人世间的把戏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变得更聪明。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更看不懂了，他就是变得更糊涂。不管发生了哪种情况，70年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要说出我的结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直截了当的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很不像样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弗洛伊德和受虐狂。我说过，以后写杂文要斯文一些，引经据典。今天要引的经典是弗洛伊德。他老人家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这真是至理名言。所谓歇斯底里，就是按不下心头一股无名火，行为失范。谁都有这种时候，但自打10年前我把弗洛伊德全集通读了一遍之后，自觉脾气好多了。古人有首咏雪的打油诗曰：夜来北风寒，老天大吐痰，一轮红日出，便是指痰完。有些人的痰气简直比雪天的老天爷还大，谁能当这枚指痰丸呢？只有弗洛伊德。年轻时我在街道工厂当工人，有位师傅常跑到班长那里去说病了要请假。班长问他有何症状，他说他看天是蓝色，看地是土色，蹲在厕所里任什么都不想吃。当然他是在装骚达子。看天土色，看地蓝色，蹲在臭烘烘茅坑上食欲大开，那才叫做有病。在这些小问题上很容易取得共识，但大问题就很难说了。举例来说，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道：不自由勿宁死。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不信你就找本顾鸿铭的书来看看，里面大谈所谓良民宗教，简直就是在高唱若自由勿宁死。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
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我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再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有时候我想，假如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些事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外国，该有多好。这些想法很不体面，但还不能说是有谈气。有些坏事发生在了中国，我们就说它好；有些鬼话是中国人说的，我们就说它有理。这种做法就叫做有谈气。有些年轻人把这些有谈气的想法写成书，他本人倒不见得是真有谈气，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事态比这要命得多。举例来说，很多中年人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虚耗了青春，这本是种巨大的痛苦，但他们却觉得很幸福，还说青春无悔。再比方说，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总是在权势面前屈膝，毁掉了自己的尊严，也毁掉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本是种痛苦，但又有人说这很幸福。久而久之，搞到了是非难辨、香臭不知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嗓子里噎着的痰。扯完了这些，就可以来谈谈我的典故。众所周知，有一种人起码是在表面上不喜欢快乐，而喜欢痛苦，不喜欢体面和尊严，喜欢奴役与屈辱，这就是受虐狂。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当然，这种过程因人而异，有些人是不会被逆转的。比方说我吧，在痛苦的重压下，会有些不体面的想法，但还不会被逆转。另有一些人不仅被逆转，而且还有了谈气，一听到别人说自由、体面、尊严等等是好的，马上就怒火万丈，这就有点不对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气焰万丈的受虐狂？你就是真有这种毛病，也不要这个样子嘛。载于1997年第4期《华人文化世界》，题为引证弗洛伊德。体验生活。我靠写作为生，有人对我说，像你这样写是不行的呀，你没有生活。起初我以为他想说我是个死人，感到很气愤，忽而想到生活2字还有另一种用法。有些作家常到边远艰苦的地方去住上一段，这种出行被叫做体验生活。从字面上看，好像是死人在诈尸，实际上不是的，这是为了对艰苦的生活有点了解，写出更好的作品，这是很好的做法。人家说的生活是后面一种用法，不是说我要死。想到了这一点，我又回身作戏。我虽在贫困地区插过队，但不认为体验的够了，我还差得很远，还需要进一步的体验。但我总觉得这叫做体验艰苦生活比较好，省略了中间2个字，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生活就是要经常吃点苦头，有专门从负面理解生活的嫌疑。和我同龄的人都有过忆苦思甜的经历，听忆苦报告，吃忆苦饭等等。这件事和体验生活不是一回事，但意思有点相近。众所周知，旧社会穷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糠咽菜，菜不是蔬菜，而是野菜。所谓忆苦饭，就是旧社会穷人饭食的模仿品。我要说的忆苦饭是在云南插队时吃到的。为了配合某种形式，各队起码要吃1顿忆苦饭，上面就是这样布置的。我当时是个病号，不下大田，在后勤做事，归司务长领导，参加了做这顿饭。当然我只是下手，真正的大厨是我们的司务长。这位大叔朴实木讷，自从他当司务长，我们队里的伙食就变得糟得很，每顿都吃烂菜叶。因为他说这些菜太老，不吃就要坏了。菜园子总有点垂垂老矣的菜，吃掉旧的，新的又老了，所以永远也吃不到嫩菜。
我以为他炮制忆苦饭肯定很在行，但他还去征求了一下群众意见，问大家在旧社会吃过些啥。有人说吃过芭蕉树心，有人说吃过芋头花、南瓜花。总的来说都不是什么太难吃的东西，尤其是芋头花，那是一种极好的蔬菜，煮了以后香气扑鼻。我想有人可能吃过些更难吃的东西，但不敢告诉他。说实在的，把饭弄好吃的本领他没有，弄难吃的本领却是有的，再教教就更坏了。就说芭蕉树心吧，本该剥出中间白色细细一段，但他叫我砍了一棵芭蕉树来，斩碎了整个煮进了锅里，那锅水马上变得黄里透绿，冒起泡来，像锅肥皂水，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苦味。我说过这顿饭里该有点芋头花，但芋头不大爱开花，所以煮的是芋头杆，而且是刨了芋头剩下的老杆。可能这东西本来就麻，也可能是和芭蕉起了化学反应。总之这东西下锅后，里面冒出一种很恶劣的麻味儿。大概你也猜出来了，我们没煮南瓜花，煮的是南瓜藤。这种东西斩碎后是些煮不烂的毛毛虫，最后该搁点糠进去。此时我和司务长起了严重的争执。我认为稻谷的内膜才叫糠，这种东西我们有，是喂猪的。至于稻谷的外壳，它不是糠，猪都不吃，只能烧掉。司务长倒不反对我的定义，但他说反正是忆苦饭，这么讲究干什么？糠还要留着喂猪。所以往锅里倒了一筐碎稻壳，搅匀之后真不知锅里是什么。做好了这锅东西，司务长高兴地吹起了口哨，但我的心情不大好。说实在的，我这辈子没怕过什么，那回也没有怕，只是心里有点慌。我喂过猪，知道拿这种东西去喂猪，所有的猪都会想要咬死我。猪是这样，人呢？后来的事情证明我是瞎操心。晚上吃忆苦饭，指导员带队，先唱天上布满星，然后开饭。有了这种气氛，同学们见了饭时没有活撕了我，只是有些愣头青对我怒目而视，时不常吼上一句你丫也吃。结果我就吃了不少。第一口最难，吃上几口后满嘴都是麻的，也说不上有多难吃，只是那些碎稻壳像刀片一样很难吞咽，吞多了嘴里就出了血。反正我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自然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口，但别人却在偷偷的干呕。吃完以后，指导员做了总结，看样子他的情况不大好，所以也没多说，然后大家回去睡觉。但是事情当然还没完，大约是夜里11点，我觉得肠胃绞痛，起床时发现同屋几个人都在地上摸鞋，摸来摸去谁也没有摸到。大家一起赤脚跑了出去，奔向厕所。在北回归线那皎洁的月色下，看到厕所门口排起了长队。有件事需要说明，有些不文明的人有放野屎的习惯，我们那里的人却没有。这是因为屎有做肥料的价值，不能随便扔掉。但是那一夜不同，因为厕所里没有空位，大量这种宝贵的资源被抛洒在厕所后的小河边。干完这件不登大雅之事，我们本来该回去睡觉，但是走不了几步又想回来，所以我们索性坐在了小桥上，聊着天，挨着蚊子咬，时不常的到草丛里去一趟，直到肚子完全出清。到了第二天，我们队的人脸色都有点绿，下巴有点尖，走路也有点打晃。像这个样子当然不能下地，只好放一天假。这个故事应该有个寓意，我还没想出来。反正我不觉得这是在受教育，只觉得是折腾人，虽然它也是一种生活。总的来说，人想要受罪实在很容易，在家里也可以拿头往门框上碰。既然痛苦是这样简便易寻，所以似乎用不着特别去体验。载于1996年第13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有与无。我靠写作为生，有人对我说，像你这样写是不行的呀，你没有生活。我虽然长相一般，加上烟抽得多，觉睡得少，脸色也不大好看，但若说我已是个死尸，总觉得有点言过其实。人既没有死，怎么就没生活了呢？笔者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如果说这种生活就叫做没有，则带有过时的意识形态气味。要知道，现在知识分子也有幸成为劳动人民之一种了。
当然，我也可以不这样咬文嚼字，这样就可以泛泛地谈到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有，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无。换句话说，哪种生活是生活，哪种生活不叫生活。众所周知，有些作家常要跑到边远偏僻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这话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说有些死人经常诈尸。我老婆也做过这样的事，因为她是社会学家，所以就不叫体验生活或者诈尸，而是叫做实地调查 field work。 她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做这件事，我却没有。有一次，我老婆到一个南方小山村调查，因为村子不大，所以每个人都在别人眼皮底下生活，随便哪个人都能把全村每个人数个遍，别人的家庭关系如何，经济状况如何，无不在别人的视野之中。岁数大的人还能记得你几岁出的麻疹，每个人都在数落别人，每个人也都在受数落。这种现象形成了一条非常粗的纽带，把所有的人捆在一起。婚丧嫁娶无不要看别人的眼色，个人不可能做出自己的决定。他去调查时，当地人正给自己修坟，无论老少，健康状况如何，每个人都在修，把附近的山头都修满了椅子坟。因为这种坟异常的难看，当地的景色也异常的难看，好像一颗垃圾头。但当地人陷在这个套里，也就丧失了审美观。村里人觉得他还不错，就劝他也修一座，当然要他出些钱，但他没有修。堂堂一个社会学家，下去1个月就在村里修个椅子坟，这会是个大丑闻。这个村里的文化，或者叫做规范，是有些特异性的。从总体来说，可以说存在着一种集体的生活，但若说到属于个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没有的。这是因为村里每个成年人惦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给自己修座椅子坟就是其中比较有趣的一件。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他们也说不出。笔者曾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知道有种东西叫做 norm， 可以译作规范，是指那些约定俗成，大家必须遵从的东西。它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当然能起一些好作用，但有时也相当丑恶。人应该遵从所在社会的 norm， 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除了遵从 norm， 还该不该干点别的，这就是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 norm 很坏，就如纳粹德国或者文化革命初的中国，人在其中循规蹈矩地过了一世，谁都知道不可取。但也存在了这样的可能，就是经过某些人的努力，建立了无懈可击的 norm， 人是不是只剩遵从一件事可干了呢？假如回答是肯定的，就难免让我联想到圈养的鸡和圈养的猪。我想任何一个农场主都会觉得自己猪场里的 norm 对猪来说是最好的，每只猪除了吃什么都不做，把自己养肥。这种最好的 norm 当然也包括这些不幸的动物必须在屠场里结束生命，但我猜测有些猪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没劲儿。我老婆又在城里做一项研究，调查妇女的感情与性。有些女同志除了自己曾遵守 norm 就说不出什么，仿佛自己的婚姻是一片虚无。但有些妇女完全不是这样，她们有自己的故事，爱情中每个事件在这些故事里都有特别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姐妹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到岁数了，找合适的对象结婚，过正常的性生活，和爱上某人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当然，假如你说性爱只是生活的一语，不是全体，我无条件的同意。但我还想指出，到岁数了找合适的人，正常的性生活，这些都是从 norm 的角度来判断的，属于个人的只是一片虚无。我总觉得把不是生活的事叫做生活，这是在巧言掩饰。现在可以说到我自己，我从小就想写小说，最后在将近40岁时终于开始写作。我做这件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爱的事业，是我要做，不是我必须做，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个人以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生活看似平淡，但也不能说是无。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44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总觉得
我这一生绝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拒绝恭维。在美国时，常看笑星 Cosby 的节目。有一次，他讲了这么一个笑话：小时候，他以为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因为每次他一人在家时，都要像一切小鬼一样，把屋里闹得一团糟。他妈回家时站在门口，看到家里像发过一场大水，难免要目瞪口呆，从嘴角滚出一句来：哎呀，我的耶稣基督！他以为是说他呢。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他的这种想法也越来越牢固，以至于后来到了教堂里，听到大家热情地赞美基督，他总以为是在夸他，心里难免麻酥酥的，摇头晃脑，暗自臭美一番。人就高叫赞美耶稣，我们的救主，他就禁不住要答应出来。再以后，他爹他妈发现这个小鬼头不太正常，除了给他2个大耳光，还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最后他终于不胜痛苦地了解到，原来他不是耶稣，也不是救世主。当然，这个故事讲到这个地步就一点都不逗了，这后半截是我加上的。我小的时候常到邻居家里去玩，那边有个孩子比我小好几岁，经常独自在家。他不乱折腾，总是安安静静跪在一个方凳上，听五斗橱上的一个匣子。那东西后来我们拆开过，发现里面有4个灯，一个声音粗哑的涉黄喇叭。总而言之是个破烂货，里面说着些费解的话，但他屏息听着。终于等到一篇文章念完，广播员端正声音，一本正经地说道：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这孩子马上很清脆地答应了2声，跳到地上扬尘舞蹈一番。其实匣子里叫的不是他，刚把屁股帘摘掉没几天，他还远够不上是同志和战友，但你也挡不住他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除了名字张三李四 Cosby 之外，终于有了个冠冕堂皇的字号。至于这名号是同志、战友还是救世主，那还在其次。我现在说到的是当人误以为自己拥有一个名号时的张狂之态。对于我想要说到的是，这只是个开场白。当你真正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字号时，真正臭美的时候就到了。有一个时期，匣子里总在称赞革命小将，说他们最敢闯，最有造反精神。所有岁数不大，当得起那个小字的人，在臭美之余还想做点什么，就拥到学校里去打老师。在我们学校里，小将们不光打了老师，把老师的爹妈都打了。这对老夫妇不胜羞辱，就上吊自杀了。打老师的事与我无关，但我以为这是极可耻的事。干过这些事的同学后来也同意我的看法，但就是搞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像吃了蜜蜂屎一样一味的轻狂。国外的文献上对这些事有种解释，说当时的青春期，少男少女穿身旧军装到大街上挥舞皮带是性的象征，但我觉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我的同龄人还不至于从性这方面来考虑问题。小将的时期很快就结束了，随后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期。学校里有了工人师傅，这些师傅和过去见到的工人师傅不大一样，多少都有点晕晕乎乎、五迷三道。虽然不像革命小将那么疯狂，但也远不能说是正常的。然后就是3支2军时期，到处都有军代表。当时的军代表里肯定也有头脑清楚、办事稳重的人，但我没有见到过。最后年轻人都被派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后者的优秀品质。下乡之前，我们先到京郊农村去劳动，作为一次预演。那村里的人在我们面前也有点不够正常。寻常人走路不应该把2腿叉得那么宽，让一辆小车都能从中推过去，也不该是一颠一颠的模样。只有一条板凳，学会了走路才会是这般模样。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蹲在地头看贫下中农晚汇报，汇报词如下：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今天下午的话茶是领着小学生们敛芝麻。报告完毕。我一面不胜悲愤地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的个子，居然是小学生，还被人领着敛芝麻，一面也注意到汇报人兴奋的样子。有些人连冻出的清水鼻涕都顾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了。现在我提起这些事情，绝不是想说这些朴实的人们有什么不对，而是试图说明
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的生活还快乐一些吧。说到了这一点，这篇文章也临近终结。80年代初，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有一回被拘到礼堂里听报告，报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我说是被拘去的，是因为我并不想听这个报告，但缺席要记旷课，旷课的次数多了就毕不了业。这位先生的报告总是从恭维听众开始。在清华大学时，他说：“这里是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呀。”在北大则说：“这里是有五四传统的呀。”在人大则说：“这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呀。”总之，最后总要说，在这里报告他不胜惶恐。我听到他说不胜惶恐时，禁不住舌头一转，鼻子底下滚出一句顶级的粗话来。顺便说一句，不管到了什么地方，我首先要把当地的骂人话全学会，这是为了防一手，免得别人骂我还不知道。虽然我自己从来不骂人，但对于粗话几乎是个专家。为了那位先生的报告，我破例骂了一回，这是因为我不想受他恭维。平心而论，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种礼貌，从人们所在的民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做险恶的煽动，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以便从中渔利。人家恭维我一句，我就骂起来，这是因为从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也是经不起恭维的。载于1996年第8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谦卑学习班。朋友们知道我在海外留学多年，总要羡慕地说：“你可算是把该看的书都看过了。”众所周知，我们这里可以引进好莱坞的文化垃圾，却不肯给文人方便设家卖国外新书的文化书店。如果看翻译的书，能把你看得连中国话都忘了。要是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你就是老死在里面也借不到几本书。总而言之，大家都有想看而看不到的书。说来也惭愧，我在国外时根本没读几本正经书，专捡不正经的书看。当时我想，正经书回来也能看到，我先把回来看不到的看了吧。我可没想到回来以后什么都看不到。要是知道，就在图书馆里多泡几年再回来。根据我的经验，人从不正经的书里也能得到教益。我就从一本不正经的书里得到一些教益。这本书的题目叫做《我是花花公子的编辑》，里面尽是荒唐的故事，但有一则我以为相当正经。这本书标明是纪实类的书，但我对它的真实性有一点怀疑。这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有一天，洛杉矶一家大报登出一则学习班的广告，教授谦卑，学费2000元，住宿在内，膳食自理。本书的作者接到主编的指示，去看看出了什么怪事，他就驱车出发。一路上还在想着，我也太狂傲了，这回报社给报销学费，让我也学点谦卑。等到了学习班的报名处，看到了一大批过了气的名人，有文体明星、政治家、文化名人、道德讲演家，甚至还有个把在电视上讲道的牧师。美国这地方有点古怪，既捧人也毁人。以电影明星为例，先把你捧得不知东西南北，口出狂言道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女演员，然后就开始毁。先是老百姓看他的狂相不顺眼，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到报社、电视台贬他，然后那些捧人的传媒也跟着转向，把他骂个一文不值。这道理很简单，报纸需要订户，电视台也需要收视率。美国老百姓可是些得罪不起的人啊，在我们这里就不是这样，所以也没有这样的学习班。这样一来，一个名人就被毁掉了。作者在这个学习班上见到的全是大名人，这些家伙都因为太狂碰了钉子，所以想要学点谦卑。此时他想到，和他们相比，我得算个老实人。狂傲这2个字用在我身上是不恰当的。当然，他还没见到我们中国的明星，要是见到了，一定会以为自己就是道德上的完人了。
且说这个学习班设在山中一个废弃的中学里，要门没门，要窗没窗，只有满地的鹿粪和狐狸屎。破教室的地上放了一些床垫子，从破烂和肮脏程度来看，肯定是大街上捡来的垃圾。那些狂傲的名人好不容易才弄清是要他们睡在这些垫子上，知道以后就纷纷向工作人员嚷道：“2000块钱的住宿就是这样的嘛？”人家只回答一句话：“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有些人就说：“说得对，我是来学谦卑的，住得差点有助于纠正我道德上的缺陷。”有些人还是不理解，还是吵吵闹闹，但吵归吵，人家只是不理。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那破学校的食堂里供应汉堡包，10块钱一份，面包倒是很大，生菜叶子也不少，毛驴会喜欢的，就是没有肉。有些狂傲的老人就吼了起来：“10块钱一个的汉堡包就该是这样的嘛？牛肉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就这样吃着净素，睡着破床垫，每天早上在全校唯一能流出冷水的破管子前面排着长队盥洗。此书的作者是个老油子，看了这个破烂的地点和这些不三不四的工作人员，心里早就像明镜似的，但他也不来说破。除了吃不好睡不好，这个学习班还实行着封闭式管理，不到结业谁也不准回家。当然除非你不想结业，也不要求退还学费，就可以回家。这些盛气凌人的家伙被圈在里面，很快就变得与一伙叫花子相仿。除了这种种不便，这个班还总不上课，让学员在这破烂中学里溜达，美其名曰反省自己。学习班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抱怨的人，大家都找负责人吵架，但这位负责人也有一手，总是笑容可掬地说道：“要是我是你，就不这样气急败坏。要知道，在上帝面前，我们可都是罪人呐。至于课，我们会上的，听了以后保证你们会满意。”长话短说，这个鬼学习班把大家耗了2个礼拜，这帮名人居然都坚持了下来，只是天天闹着要听课。最后上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校方宣布主讲者是个伟大的人，很不容易请到，所以这课只讲1堂，讲完了就结业。于是全体学员都来到了破礼堂里，见到了这位演讲人。原书花了整整3页来形容他，但我没有篇幅，只能长话短说。此人有点像歌星，有点像影星，有点像信口雌黄的政治家，又有几分像在讲台上满嘴杀葱的野狐禅牧师。为了使中国读者理解，还要加上一句，他又像个有特异功能的大气功师。总而言之，他就是那个我们花钱买票听他嚷嚷的人。这么个家伙往台上一站，大家都倍感亲切，因而鸦雀无声。此人说道：“我的课只讲1句话，讲完了整个学习班就结束。虽然只是1句话，大家记住了就会终生受用不尽，以后永不会狂傲。听好了 ，You're an asshole。”同时他还把这话写在了黑板上，然后一摔粉笔，扬长而去。这话只能用北京俗语来翻译：你是个傻叉。礼堂里先是鸦雀无声，然后就是卷堂大乱。有人感到大受启发，说道：“有道理，有道理，原来我是个傻叉呀。”还有人愤愤不平，说道：“就算我真是个傻叉，也犯不着花2000块钱请人来告诉我。”至于该书作者，没有介入争论，径直开车下山去找东西吃，连吃2个礼拜的禁宿可不是闹着玩的。如前所述，我对这故事的真实性有点怀疑，但我以为真不真的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有教育意义。中国常有人不惜代价，冒了被踩死的危险，挤进体育馆一类的地方去见见大名人，在里面涕泪直流，出来后又觉得上当。这道理是这样的，用不着花很多钱，受很多罪，跑好远的路，洗耳恭听别人说你是傻叉，自己知道就够了。载于1996年第7期3联生活周刊杂志。关于格调，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说《黄金时代》，有人说它格调不高，引起了我对格调问题的兴趣。各种作品，各种人，尤其是各种事件，既然有高有低，就有了尺度问题。众所周知，
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调高，但总免不了要干些格调低的事，这就使得格调问题带有了一定的复杂性。当年有人问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亲，嫂子掉到水里，要不要伸手去拉？这涉及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假如礼是那么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吗？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礼，不去救嫂子则是豺狼也，所以只好从权，宁愿非礼而不做豺狼。必须指出，在非礼和豺狼之中做一选择是痛苦的，但这要怪嫂子干嘛要掉进水里？这个答案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不是最坏，因为他没有说戴上了手套再去拉嫂子，或者拉过了以后再把手臂剁下来。他也没有回答，假如落水的不是嫂子而是别的女人，是不是该去救？但是你不能对孟子说，在生活里人命是最重要的，犯不着为了些虚礼而牺牲它。说了孟夫子准要和你翻脸。另一个例子是舜曾经不通知父亲就结了婚，孟子认为他们父子关系很坏，假如请示的话，可能一辈子结不了婚。他还扯上了一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结论是舜只好从权了。这个结论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假如舜的父亲稍稍宽容，许可舜和一个极为恶毒的女人结婚，不知孟子的答案是怎样的。假如让舜这样一位圣贤娶上一个恶毒的妇人，从此在痛苦中生活，我以为不够恰当。倘若你说在生活里幸福是最重要的，孟老夫子也肯定要和你翻脸。但不管怎么说，一个理论里只要有了从权这种说法，总是有点欠严谨。好在孟子又有些补充说明，听上去更有道理。有关礼与色孰重的问题，孟子说，礼比色重，正如金比草重。虽然一车草能比一小块金重，但是按我的估计，金子和草的比重大致是100:1，搞精确是不可能的，因为草和草还不一样。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换算关系，可以作为生活的指南，虽然怎么使用还是个问题。不管怎么说，孟子的意思是明白的，生活里有些东西重，有些东西轻，正如我们现在说，有些事格调高，有些事格调低。假如我们重视格调高的东西，轻视格调低的东西，自己的格调就能提升。作为一个前理科学生，我有些混账想法，可能会让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看了身上长鸡皮疙瘩。对于礼和色，大致可以有3到4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它们是不同质的东西，没有可比性。其二，礼重色轻，但是它们没有共同的度量。最后是有这种度量，礼比色重若干，或者一单位的礼相当于若干单位的色。以上的分类恰恰就是科学上说的定类、定序、定距和定比这4种尺度。这4种尺度越靠后的越精密。格调既然有高低之分，显然属于定序以后的尺度。然而说格调仅仅是定序的尺度，还不能令人满意。按定序的尺度，礼比色重，顺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该打一辈子光棍。如果再想引入士极从权的说法，那就只能把格调定为更加精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么时候从权，什么时候不可从权的问题。如果没个尺度，想从权就从权，礼重色轻就成了一句空话。于是孟子的格调之说应视为定比的尺度，以格调来度量，一份礼大致等于100份色。假如有1份礼，99份色，我们不可从权，遇到了101份色就该从权了。前一种情形是在100和99当中选了100，后者是从100和101中选了101。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能使自己的总格调得以提高。对于作品来说，提升格调也是要紧的事。改革开放之初，有部电影还得过奖的，是个爱情故事。男女主角在热恋中不说我爱你，而是大喊 I love my motherland。 场景是在庐山上，喊起来地动山摇，格调就很高雅，但是离题太远。国外的电影拍到这类情节，必然是男女主角拥抱热吻一番，这样格调虽低，
但比较切题。就爱情电影而言，显然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格调高雅，但是晦涩难解；另一种较为直接，但是格调低下。按照前一种方式，逻辑是这样的：当男主角立于庐山之上，对着女主角时，心中有各种感情，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父母等等。最后并非完全不重要，他也爱女主角，而这最后一点，他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但是经过权衡，前面那些爱变得很重，必须首先表达之，爱他这件事就很难提到。而女主角的格调也很高雅，她知道提到爱祖国、爱人民等等，正是说到爱他的前奏，所以她耐心地等待着。我记得电影里没有演到说出 I love you， 按照这种节奏，拍上10几个钟头就可以演到。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几十集的连续剧，所以真正的爱情场面很难看到。外国人在这方面缺少训练，所以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是，虽然女主角很迷人，但不知拍了些啥。按照后一种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时，心里也爱祖国、爱上帝等等，但是此时此地，他觉得爱女主角最为迫切，于是说我爱你，并且开始带有性爱意味的身体接触。不言而喻，这种格调甚为低下。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只在于有无经过格调方面的加权运算，这种运算本身就极复杂，导致的行为就更加复杂。后一种方式没有这个步骤，显得特别简洁，用现实流行的一个名词，就是较为直路。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爱对方为契机，把祖国、人民等等一一爱到，得到最高的总格调，而后者径直去爱对方，故而损失很大，只得到了最低的总格调。说到了作品，大家都知道，提升格调要受到某种制约。文革里有一类作品只顾提升格调，结果产生了高大全的人物和高大全的故事，使人望之生厌。因为这个缘故，领导上也说要做到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作品里假如只有格调，就不成个东西。这就是说，格调不是评价作品唯一的尺度。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另外那种东西和格调是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孟子肯定会这么回答：艺术与格调由色与理也。作品里的艺术性，或则按适极从权的原则最低限度的出现，或则按得到最高格调的原则合理的搭配。比如说径直去写男女之爱，得分为1，搭配成革命的爱情故事，就可以得到101分。不管怎么说，最后总要得到高大全。我反对把一切统一到格调上，这是因为它会把整个生活变成一种得分游戏。一个得分游戏不管多么引人入胜，总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艺术，何况它根本就没什么意思。假如我要写什么，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调不格调。正如谈恋爱时，我绝不从爱祖国谈起。现在可以谈谈为什么别人说我的作品格调低，这是因为其中写到了性。因为书中人物不是按顺序干完了格调高的事才来干这件格调低的事，所以他得分就不高。好在评论界没有按理与色100:1的比例来算他的格调，所以在真正的文学圈子里对他的评价不低，在海外还得过奖。假如说这些人数学不好，不会算格调，我是不能承认的。不说别人，我自己的数学相当好，任何一种格调公式我都能掌握。我写这些作品是有所追求的，但这些追求在格调之外。除此之外，我还怀疑人得到太多的格调分，除了使别人诧异之外，没有实际的用处。坦白地说，我对色情文学的历史有一点了解。任何年代都有些不争气的家伙写些呀呀呜的黄色东西，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学都是出在格调最高的时代，这是因为食色性也。只要还没把小命根移到格调，格调不可能完全高。比方说，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出了一大批色情小说，作者可以说有相当的文学素质。再比方说，文化革命里流传的手抄小说，作者的素质在当时也算不错。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
色情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我认为目前自己尚写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学，也许是因为对环境感觉鲁钝。前些时候，我国的一位知名作者写了《废都》，我还没有看。有人说它是色情文学，但愿它不是的，否则就有说明意义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和文革时的中国人一样，性行理都不正常。正常的性行理把性当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则要么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假如一个社会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会两样全占。这是因为这个社会里有这样一种格调，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则事急从权。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有平常心。作为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得格调极高，但是不肯写。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调。载于1995年第4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关于媚雅，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有关媚俗与媚雅的问题。作者认为，米兰昆德拉用出来一个词儿，叫做媚俗，是指艺术家为了取悦大众，放弃了艺术的格调。他还说，我们国内有些小玩闹，造出个新词儿媚雅，简直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词的意思我倒知道，是指大众受到某些人的蛊惑或者误导，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也不问问自己是不是销售得了。在这方面我有些经验，都与欣赏音乐有关。高雅音乐格调很高，大概没有疑问。我自己在音乐方面品味很低，乡村音乐还能听得住，再高就受不了。大约10年前，我在美国，有一次到波士顿去看个朋友，当时正是盛夏，为了躲塞车，我天不亮就驾车出发，天傍晚时到，找到了朋友。此时他正要出门，他说离他家不远有个教堂，每晚里面都有免费的高雅音乐会，让我陪他去听。说实在的，我不想去，就推脱道，听高雅音乐要西装革履，正襟危坐，我开了一天的车，疲惫不堪，就算了吧。但是他说这个音乐会比较随便，属大学音乐系师生排演的性质，你进去以后只要不打瞌睡，不中途退场就可。我就去了，到了门口才知道是演奏布鲁克纳的2首交响曲。我的朋友还拉我在第一排正中就坐，听这2首曲子。在这里坐着，连打哈欠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觉得这2首曲子没咸没淡，没油没盐，演奏员在胡吹胡拉，指挥先生在胡比划，整个感觉和晕船相仿。天可怜见，我开了10几个小时的车，坐在又热又闷的教堂里，只要头沾着点东西，马上就能睡着，但还强撑着，把眼睛瞪得滚圆，从7点撑到了9点半。中间有一段我真恨不能一头碰死算了。布鲁克纳纳斯这2首鸟曲真是没劲儿透了。如前所述，我在古典音乐方面没有修养，所以没有发言权。可能人家布鲁克纳音乐的春风是好的，不如我这俗人的驴耳。但我总觉得，就算是高雅的艺术，也有功力水平之分，不可以一概而论。总不能一入了高雅的门槛就是无条件的好，如此立论就是媚雅了。人可以抱定了媚雅的态度，但你的感官马上就有不同意见，给你些罪受。下一个例子我比较有把握，不是我俗，而是表演高雅音乐的人水平低所致。这回是听巴赫的合唱曲，对曲子我没有意见，这可不是崇拜巴赫的大名，是我自己听出来的。这回我对合唱队有点意见。此事的起因是我老婆教了个中文班，班上有个学生是匹兹堡市业余乐团的圆号手，邀我们去听彩排，我们就去了。虽不是正式演出，作为观众却不能马虎，因为根本就没有几个观众，所以我认真打扮起来，穿上3件套的西服。那件衣服的马甲有点瘦，但我老婆说瘦衣服穿起来精神，所以我把吃牛肉吃胀的肚腩强箍了下去，导致自己的横膈膜上升了1寸，有点透不过气来。就这样来到音乐学院的小礼堂，在前排正中入座。等到幕起，见到合唱队，我就觉得出了误会。
合唱队正中站了一位极熟的老太太，我在好几个课里和她同学，此人没有80也有75。我记得她是受了美国政府一项老年人重返课堂项目的资助，书念得不好，但教授总让她及格，和同学一起来演唱。很不幸的是，人老了，念书的器官会退化，歌唱的器官更会退化，这歌大概也唱不好。但既然来了，就冲这位熟识的老人，也得把这个音乐会听好。我们是有这种媚雅的决心的。说句良心话，业余乐团的水平是可以的，起码没走调。合唱队里领唱的先生水平也很高。及至轮到女声部开唱，那位熟识的老太太按西洋唱法的要求，把嘴张圆，放声高歌亚美路亚。才半声，眼见得她的假牙就从口中飞了出来，在空中一张一合，作要咬人状，飞过了乐池，飞过我们头顶，落向脑后第3排。耳听得亚美路亚变成了一声噗。在此庄重的场合，唱着颂圣的歌曲，虽然没假牙口不关风，老太太也不便立即退场，瘪着嘴假作歌唱，其状十分古怪。请相信，我坐在那里很严肃地把这一幕听完了，才微笑着鼓掌。所有狂野粗俗的笑都被我咽到了肚子里，结果把内脏都震成了碎片。此后3个月，经常咳出一片肺或是一片肝，但因为当时年轻，身体好，居然也没死。笔者行文至此就拟结束。我的结论是，媚雅这件事是有的，而且对俗人来说有更大的害处。载于1996年第2期《3联生活周刊》杂志。关于崇高，70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得。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乃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得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时隔20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2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70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作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的实在差劲儿。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
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理论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作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再比方说，在70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70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70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我总觉得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70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载于1996年第4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我到荷兰去旅游，看到运河边上有个风车，风车下面有一片牧场，就站下来看，然后被震惊了。这片牧场在一片低洼地里，远低于运河的水面，茵茵的绿草上有些奶牛在吃草。乍看起来不过是一片乡村景象，细看起来就会发现些别的。那些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环以浅沟，整个地面像瓦楞铁一样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沟渠相接，浅沟通向深沟，深沟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风车那里。这样一来，哪怕天降大雨，牧场上也不会有积水，水都流到沟渠里，等着风车把它们抽到运河里去。如果没有这样精巧的排水系统，这地方就不会有牧场，只会有沼泽地。站在运河边上，极目所见，到处是这样井然有序的牧场。这些地当然不是天生这样，它是人细心营造的结果。假如这种田园出于现代工程技术人员之手，那倒也罢了。实际上，这些运河、风车、牧场都是17世纪时荷兰人的作品。我从17岁就下乡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土地。我在山东老家插过2年队，什么活都干过。74年的春夏之交，天还没有亮，我就被一阵哇哇乱叫的有线广播声吵起来了。这种哇哇的声音提醒我们，现在已经是电子时代。然后我紧紧裤腰带，推起独轮车给地里送粪。独轮车很不容易叫我想起现在是电子时代。俗话说得好，种地不上粪，
等于瞎胡混。我们老家的人就认这个理儿。独轮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在各种糟糕的路上走，绕过各种坑和石头。坏处在于它极难操控，很容易连人带车一起翻掉。我们老家的人在提高推车技巧方面不遗余力，达到了杂技的水平。举例来说，有人可以把车推过门槛，有人可以把它推上台阶，但不管技巧有多高，还是免不了栽跟头，而且总造成鼻青脸肿的后果。现在我想，与其在车技上下苦功，还不如把路修修。我在欧洲游玩时，发现那边的乡间道路极为美好，但这件事就是没人干。不要说田间的路，就是村里的路也很糟，说不清是路还是坑。我们老家那些地都在山上，下乡时我带了几双布鞋，全是送粪时穿坏的，整双鞋像新的一样，只是后跟豁开了。我的脚脖子经常抽筋，现在做梦梦到推粪上山还是要抽筋，而且那些粪也不过是美其名为粪，实则是些垫猪圈的土。学大寨时要凑上报数字，常常刚垫上就挖出来，猪还来不及在上面排泄呢。我去起圈时，猪老诧异地看着我，假如他会说话，肯定要问问我抽什么风呢。有时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揍他。被猪看成笨蛋，这是不能忍受的。坦白地说，我自己绝不可能把一车粪推上山，坡道太陡，空手走都有点喘。实际上，山边上有人在接应，小车推到坡道上，就有人用绳子套住，在前面拉，合2人之力才能把车弄上山去，这省了我的劲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更笨了。这道理是这样的，这一车粪有100公斤，我和小车加起来也快有100公斤了。为了送100公斤的粪，饶上我这100公斤已经很笨，现在又来了一个人，这就不只是100公斤。刨去做无效工不算，有效工不过是送上去一些土，其中肥料的成分本属虚无缥缈。好在这些蠢事猪是看不到的，假如看到的话，不知他会怎么想。土里只要含有微量他老人家的粪尿，人就要不惜劳力送上高山，他会因此变得自大狂，甚至提出应该谁吃谁的问题。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绝不比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这种活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我总以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17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现在可以说说我是种什么人。在老家时，我和乡亲们相比，显得更加勤劳朴实，更加少心计。当年我想的是，我得装出很能吃苦的样子，让村里的贫下中农觉得我是个好人，推荐我去上大学，跳出这个火坑。顺便说一句，我虽有这种卑鄙的想法，但没有得逞。大学还是我自己考上的，既然他们没有推荐我，我就可以说几句坦白的话，不算占了便宜又卖乖。村里的那些活弄得人一会儿腰疼一会儿腿疼，尤其是拔麦子，拔得手疼不已，简直和上刑没什么两样，十指连心嘛。干嘛要用他们干这种受罪的事儿呢？当年我假装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坏了，变得更阴险更奸诈。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2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点虚伪。站在荷兰牧场面前，我发现还有第3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选择不存在，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不仅存在，而且还是正途。载于1996年第12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洋鬼子与辜鸿铭。我看过一些荒唐的书，因为这些书我丧失了天真。在英文里，丧失天真
兼有变得奸猾的意思。我就是这么一种情形。我的天真丢在了匹兹堡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在那里借了一本书，叫做《一个洋鬼子在中国的快乐经历》，里面写了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游历。从表面上看，该洋鬼子是华夏文化的狂热爱好者。清朝末年，他从上海一下船，看了中国人的模样，就喜欢的要发狂。别人喜欢我们，这会使我感到高兴，但他却另当别论。这家伙是个 sadist， 还是个 bisexual， 用中国话来说，是个双性恋的性虐待狂。被这种人喜欢上是没法高兴的，除非你正好是个受虐狂。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着正常的性取向。咱们这些人见到满大街都是漂亮的异性，就会感到振奋。作为一个男人，我很希望到处都是美丽的姑娘，让我一饱眼福。女人的想法就不同，她希望到处都是漂亮小伙子。这些愿望都属正常。古书上说，海上有逐臭之夫，这位逐臭之夫喜欢闻狐臭，他希望每个人都长2个臭腋窝，而且都是熏死狐狸烧死黄鼠狼那种。这种愿望很难叫做正常，除非你以为戴防毒面具是种正常的模样。而那个虐待狂洋鬼子，他的理想是到处都是受虐狂，这种理想肯定不能叫做正常。很不幸的是，在中国他实现了理想。他说他看到中国男人都是那么唯唯诺诺，头顶剃得半秃不秃，还留了猪尾巴似的小辫子，这真好看死了。女人则把脚缠得尖尖的，要别人搀着才能走路，走起来那种娇羞无力的苦样，他看了也要发狂。从表面上看，此洋鬼子对华夏文化的态度和已故的辜鸿铭老先生的论点很相似。辜老先生既赞成妇女缠足，也赞成男人留辫子。有人说辜先生是文化怪杰，我同意这个怪字，但怪不一定是好意思。从寻常人的角度来看， sadist 就很怪。好在他们并不侵犯别人，只是偷偷寻找性伴侣，有时还真给他们找到了。因为另有一种 masochist 和他们一拍即合，结成了对子，他们就找个僻静地方去玩他们的性游戏。这种地点叫做密室，主要是举行一些仪式，享受那种气氛，并不当真动手。这就是西方社会里的 SM 故事。但也有些 sadist 一时找不到伴儿，我说到的这个就是他一路找到中国来了。据他说，有些西洋男人在密室里给自己戴上狗戴的项圈，远没有剃个阴阳头留条猪尾巴好看。他还没见过哪个西洋女人敢于把脚裹成猪蹄子，他最喜欢看这个样子，觉得这最为性感，所以他是性变态。至于辜鸿铭先生有什么毛病，我就说不清了。那个洋鬼子见到中国人给人磕头，心里兴奋得难以自制，真没法想象有这么性感的姿势，双膝下跪，以头抢地，口中还说着一些驯服的话语。他以为受跪拜者的心里一定欲仙欲死。听说臣子见皇帝要行3磕9叩之礼，他马上做起了皇帝梦，每天做那么快乐的性游戏，死了都值。总而言之，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都是妙不可言的性游戏和性仪式，只可惜他是个洋鬼子，只能看不能玩。在那本书里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司法制度，老爷坐在堂上端然不动，罪人跪在堂下哀哀地哭诉，这情景简直让他神魂飘荡。老爷扔下一根签，就有人把罪人按翻，扒出屁股来，挥板子就打。这个洋鬼子看了几次，感到心痒难熬，简直想扑上去把关老爷挤掉，自己坐在那位子上。终于他花了几百两银子买动了一个小衙门，做了一回堂，让一个妓女扮作女犯打了一顿，他的变态性欲因此得到了满足，满意而去。在那本书里还有一张照片，是那洋鬼子扮成关老爷和衙役们的留影。这倒没什么说的，中国古代过堂的方式确实是种变态的仪式，不好的是真打屁股，不是假打，并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好玩，所以这种变态比 SM 还早。我知道有些读者会说，那洋鬼子自己不是个好东西，所以把我们的文化看歪了。这话安慰不了我，
因为我已经丧失了天真。坦白的说吧，在洋鬼子的 SM 密室里有什么，我们这里就有什么。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恐怕不能说是耦合。在密室里，有些 masochist 把自己叫做奴才，把 sadist 叫做主人。中国有把自己叫贱人奴婢的，有把对方叫老爷的，意思差不多。有些 M 在密室里说自己是条虫子，称对方是太阳。中国人不说虫子，但有说自己是砖头和螺丝钉的。光形似说明不了什么，还要神似。辜鸿铭先生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的绝对的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的绝对的忠于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每个 M 在密室里大概也是这样忠于自己的 S， 这是一种无限慈服、无限谄媚的精神。清王朝垮台后，不准纳妾，也不准打屁股，但这种精神还在。在5·4时期，辜先生被人叫做老怪物，现在却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重印他的书。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为了让虐待狂的洋鬼子再来喜欢我们。载于1996年第15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高考经历。1978年我去考大学，在此之前我只上过1年中学，还是12年前上的。中学的功课或者没有学，或者全忘光。家里人劝我说，你毫无基础，最好还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听，去考了理科，结果考上了。家里人还说，你记忆力好，考文科比较有把握。我的记忆力是不错，一本很厚的书看过以后，里面每个细节都能记得，但是书里的人名、地名、年代等等，差不多全都记不得。我对事情实际的一面比较感兴趣，如果你说的是种状态，我马上就能明白是怎样一种情形；如果你说的是种过程，我也马上能理解照你说的前因如何，后果则会如何。不但能理解，而且能记住。因此数理化对我来说还是相对好懂的。最要命的是这类问题，一件事它有什么样的名分，应该怎样把它纳入民意的体系，或者说对它该用什么样的提法。众所周知，提法总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这个。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说，必也正名乎。我也知道证明重要，但我老觉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我就怕名也正了，言也顺了，事也成了，最后成的是什么事情倒不大明白。我层次很低，也就配去学理科。当然理科也要考一门需要背的课程，这门课几乎要了我的命。我记得当年准备了一道题，叫做10次路线斗争，它完全是我的噩梦。每次斗争都有正确的一方和错误的一方，正确的一方不难回答，错误的一方的代表人物是谁就需要记了。你去问一个基督徒，谁是你的救主，他马上就能答上来，他是我主耶稣呀。我的情况也是这样，这说明我是个好人。若问，请答出著名的10大魔鬼是谁，基督徒未必都能答上来。好人记魔鬼的名字干什么？我也记不住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名字，这是因为我不想犯路线错误。但我既然想上大学，就得把这些名字记住。10次路线斗争比这里解释的还要难些，因为每次斗争都分别是反左或反右，需要一一记清，弄得我头大如斗。坦白说，临考前一天，我整天举着双手，对着10个手指一一默诵着，总算是记住了所有的左和右。但我光顾了记题上的左右，把真正的左右都忘了，以后总也想不起来。后来在美国开车，我老婆在旁边说，往右拐或者往左拐，我马上就想到了陈独秀或者王明，弯却拐不过来，把车开到了马路牙子上，把保险杠撞坏。后来改为揪耳朵，情况才有好转，保险杠也不坏了。可恨的是这道题还没考，一门课就把我考成了这样。假如门门都是这样，肯定能把我考得连自己是谁都忘掉。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我没去考文科，幸亏我还有这么点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话，
要么考不上，要么被考傻掉。我当年的考友里，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当了得。有位仁兄准备功课时是这样的：时冬腊月，他穿着件小棉袄，拢着手在外面溜达，弓着个腰，嘴里念念叨叨，看上去像个跳大神的老太婆。你从旁边经过时，叫住他说：来，考你一考。他才把手从袖子里掏出来，袖子里还有高考复习材料。他把这东西递给你，不管你问哪道题，他先告诉你答案在第几页，第几自然段，然后就像炒豆一样背起来，在句尾断下来，告诉你这里是逗号还是句号。当然，他背的一个字都不错，连标点都不会错。这位仁兄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学。对这种背功，我是真心羡慕的。至于我自己，一背东西就困，那种感觉和煤气中毒以后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冻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却要像开闸一样往下流，看起来甚不雅。我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倒会好过些。说到数学，这可是我最没把握的一门课，因为没有学过。其实哪门功课我都没有学过，全靠自己瞎琢磨。物理化学还好琢磨，数学可是不能乱猜的。我觉得自己数学肯定要砸，谁知最后居然还及了格。听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怪事，京郊某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数学有人教的，可是考试成绩统统是零蛋，连个得 0.5 分的都没有。把卷子调出来一看，都答得满满的，不是白卷。学生说这门课听不大懂，老师让他们死记硬背来的。不管怎么说吧，也不该都是0分。后来发现他们的数学老师也在考大学，数学得分也是0。别人知道了这件事都说这班学生的背功真是了得，不是吹牛。要是我在那个班里，数学肯定得不了0分。老师让我背的东西我肯定记不住，既然记不住，1分2分总能得到。载于1997年第11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盛装舞步。初入大学的门槛，我发现有个同学和我很相像，我们俩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后来发现他不仅和我同班，而且同宿舍，于是感情就很好。每天吃完了晚饭，我要在校园里散步，他必在路边等我，伸出手臂说：年兄请。这家伙把我叫做年兄，好像我们是同科的进士或者举人。我也说请，于是就手臂挽着手臂，有点像一对情人，在校园里溜起弯来，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像这个样子在美国是有危险的，有些心胸狭隘的家伙会拿枪来打我们。现在走在上海街头恐怕也不行，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北京的一所校园的角落里溜溜还没什么大问题。当然也有些人跟在我们身后，主要是因为这位年兄博古通今，满肚子都是典故。而我呢，如你所知，能胡编是我吃饭的本事。我们俩聊听起来蛮有意思的，有些同班同学跟着我们听我们胡扯，从纪晓岚一路扯到爱因斯坦。这些前辈在天之灵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可能会不高兴。到了期中期末，功课繁忙，大家都去准备考试，没人来听我们胡扯，散步就剩下我们2个人。我们俩除了散步，有时还跳跳踢踏舞，严格的说还不是踢踏舞。此事的起因是这位年兄曾在内蒙插队，对马儿极有感情，一看到电视上演到马术比赛，尤其是盛装舞步，他马上就如痴如狂。我曾给他出过这样的主意，等放了暑假，你回插队的地方弄匹马来练练好了。他却说我们那里只有小个子蒙古马，骑上去他就差不多了，怎忍心让他来跳舞。再说屏下中牧也不会答应，他们常说糟蹋马匹的人不得好死。然后他忽然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哎呀年兄，咱们俩合起来就是4条腿，和马的腿一样多嘛。他建议我们来练习盛装舞步，我也没有不同意见，反正吃饱了要消消食。2个大汉扣着膀子乱跳是有些古怪，但我们又不是在大街上跳，而是在偏僻小路上跳，所以没有妨碍谁。再说我们俩都是出了名的特立独行之士，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干部，全都懒得来管我们。后来有一天，有个男同学经过我们练习舞步的地方，记得他是上海人，
戴副小眼镜。他看了我们一阵，然后冲到我们面前来说：像你们俩这样可不行，不像话。说完就走了。这位同学走了以后，我们停了一会儿。年兄问道：刚才那个人说了什么？我说：不知道，这个人好像有毛病，咱们怎么办？年兄说：不理他，接着跳。直到操练完毕，我们才回宿舍拿书，去阅览室晚自习。第二天傍晚还在老地方，那位小眼睛又来了。他皱着眉头看了我们半天，忽然冲过来说：那件事还没公开化呢。说完又走了。这回我们连停都懒得停，继续我们的把戏。但不要以为我们是傻子，我知道人家说的那件事是同性恋。很不巧的是，我们俩都是坚定的异性恋者。我的情况尚属一般，年兄不仅是坚定的异性恋，而且还有点骚，见了漂亮女生就两眼放光，口若悬河。当然，同样的话，年兄也可以用来说我。所以实际情况是，说我们俩是同性恋，不仅不正确，而且很离谱。那天晚上，那位眼镜看到的不是同性恋者快乐的舞蹈，而是一匹性情温良的骏马在表演左跨步。文化人类学指出，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会发生误解。明明你在做这样一件事，他偏觉得你在做另外的事，这就是件误解的例子。你若说我们不该引起别人的误会，这也是对的，但我们躲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老在一边乱嘀咕。我和年兄在校园里操练舞步，有些人看了觉得很可耻，但我们不理睬他。我猜这个人会记恨我们，甚至在心里用孟夫子的话骂我们：无耻之耻，无耻矣。我们不理他，是因为他把我们想错了。顺便说一句，孟老夫子的基本方法是推己及人，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推己往往及不了人，不管从谁那儿推出我们是同性恋都不对，因为我们不是的。但这不是说我们拒绝批评，批评只要稍微有点靠谱我们就听。有一天我们正在操练舞步，有个女同学从那儿经过，笑了笑说：狗撒尿，然后飘然而去。我们的步伐和狗撒尿不完全一样，说真的，要表演真正的狗撒尿步伐，非职业舞蹈家不可，远非我二人的胯骨力所能及。但我们忽然认为盛装舞步还是用马匹来表演为好。我早就从大学毕业了，靠写点小文章过生活。不幸的是，还是有人要误解我。比方说，我说人若追求智慧，就能从中得到快乐，就有人来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一点都不懂我在说什么。他还说理性已经崩溃了，一个伟大的非理性的时代就要降临。如此看来，将来一定满世界都是疯子傻子。我真是不明白，满世界都是疯子和傻子，这就是民族实在主义吗？既然谁都不明白谁在说些什么，就应该互不搭理才对。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我从来不看有谈气的思辨文章，除非点了我的名，以免误解。至于我写的这种幽默文章，也不希望它被有谈气的思辨学者看到。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我有个外甥，天资聪明，虽然不甚用功，也考进了清华大学。对这件事，我是从他母系的血缘上来解释的。作为他的舅舅之一，我就极聪明。这孩子爱好摇滚音乐，白天上课，晚上弹吉他唱歌，还聚了几个同好，自称是在排演。但是邻居感到悲愤，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吉他上有一种名为噪声发生器的设备，可以弹出砸碎铁锅的声音。要说清华的功课可不是闹着玩的，每逢考期临近，他就要熬夜突击准备功课，这样一来就找不着时间睡觉。几个学期下来，眼见得尖嘴猴腮，两眼乌青，瘦得可以飘起来。他还想毕业后以摇滚音乐为生，不要说他父母觉得灾祸临门，连我都觉得玩摇滚很难成为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除非他学会喝风讹烟的本领。作为摇滚青年，我外甥也许能找到个在酒吧里周末弹唱的机会，但也挣不着什么钱。假如吵着了酒吧的邻居，或者遇到了要整顿什么，还有可能被请去蹲派出所。这种事我听说过，此类青年常在派出所的墙根下蹲成一排，状如在公厕里，
和警察同志做轻松之调侃。当然，最后还要家长把他们领出来。这孩子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姐姐、姐夫，对这种前景深感忧虑。他们是体面人，丢不起这个脸，所以长辈们常要说他几句，但他不肯听。最不幸的是，我竟是他的楷模之一。我可没蹲过派出所，只不过是个自由撰稿人，但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我的职业和摇滚青年有近似之处，口口声声竟说舅舅可以理解我。因为这个缘故，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要负起责任，劝我外甥别做摇滚乐手，按他所学的专业去做电气工程师。虽然在家族之内，这事也属思想工作之类，按说该从理想道德谈起，但因为在生就之间就可以免掉，径直进入主题。小子，你爸你妈养你不容易，好好把书念完，找个正经工作吧，别让他们操心了。回答当然是他想这样做，但办不到。他热爱自己的音乐。我说，有爱好这很好，你先挣些钱来把自己养住，再去爱好不迟。摇滚音乐我也不懂，就听过一个一无所有，歌是蛮好听的，但就这题目而论，好像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我外甥马上接上来道，舅舅何必要快乐呢？痛苦是灵感的源泉呀。前人不是说没有痛苦叫什么诗人？我记得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连这话他都知道，事情看来很有点不妙了。痛苦是艺术的源泉，这似乎无法辩驳。在舞台上，人们唱的是黄土高坡一无所有，在荧幕上看到的是老井、菊豆、秋菊打官司。不但中国，外国也是如此。就说音乐吧，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是千古绝唱，据说素材是俄罗斯民歌《小伊万》，那也是人民痛苦的心声。美国女歌星玛利亚·凯瑞以黑人灵歌的风格演唱，这可是当年黑奴们唱的歌。照此看来，我外甥决心选择一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以此净化灵魂，达到艺术的高峰，该是正确的了。但我偏说他不正确，因为他是我外甥，我对我姐姐总要有个交代。因此我说，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柴可夫斯基自己可不是小伊万，玛利亚·凯瑞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他有的是钱，听说他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因为我外甥是个聪明孩子，他马上就想到了，虽然开掘出艺术的源泉，却不是自己的，这不合算。虽然我自己并不真这么想，但我把外甥说服了，他同意好好念书，毕业以后不搞摇滚，进公司去挣大钱。取得了这个成功之后，这几天我正在飘飘然，觉得有了一技之长，谁家有不听话的孩子都可以交给我说服，我也准备收点费，除写作之外开辟第二职业，职业思想工作者。但本文的目的却不是吹嘘我有这种本领，给自己做广告，而是要说明思想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本文所示的就是其中的一种。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马上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载于1996年第14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题为《我和摇滚青年》。我看老三届。我也是老三届，本来该念书的年龄，我却到云南挖坑去了。这件事对我有害尚在其次，还惹得父母为此而忧虑。有人说，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儿女而减寿，我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做父母的总想庇护未成年的儿女，在特殊年代里无力庇护，就代之以忧虑。身为人子，我为此感到内疚，尤其是先父去世后更是如此。当然细想起来罪不在我，但是感情总不能自已。在上山下乡运动中，2000万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觉好些，有人感觉坏些。讨论整个老三届现象，就该把个人感情撇除在外，有颗平常心。老三届的人对此会缺少平常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极不寻常，怎么就落在我们身上？这真叫活见鬼了。
人生在什么国度，赶上什么样的年月，都不由自己来决定。所以这件事说到底还是造化弄人。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我们知道，有些盲人眼睛并没有坏，是脑子里的病。假如脑袋受到重击，就可能复明。假设有这样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楼梯，有个不良少年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脚踢了下去。这位盲人因此复了名。但盲人滚下楼梯依然是件惨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楼者当然是个下流胚子，绝不能因为该盲人复名就被看成是好人。这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大意是说，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让我们先严谨于此。至于坏事可不可以变成好事，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我有一位老师有先天的残疾，生下来时手心朝下，脚心朝上，不管自己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手脚的姿态。后来他到美国，在手术台上被人大卸八块，又装了起来，勉强可以行走，但又多了些后遗症。他向我坦白说，对自己这个残疾，他一直没有平常心。我在娘胎里没做过坏事，怎么就这样被生了下来？后来大夫告诉他说，这种病有600万分之一的发生几率。换言之，他中了个1比600万的大彩。我老师就此恢复了平常心。他说，所谓造化弄人，不过如此而已。这个彩我认了。他老人家在学术上有极大的成就，客观地说，和残疾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别人玩的时候，他总在用功，但我没听他说过，谢天谢地，我得了这种病。总而言之，在这件事上，他是真正的有了平常心。顺便说一句，他从没有坐着轮椅上台讲用，我觉得这样较好。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坦白地说，身为老三届，我也有没有平常心的时候，那就是在云南挖坑时。当时我心里想，妈的，比我们大的可以上大学，我们就该修理地球，真是不公平。这是一类想法。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比我们小的也直接上大学，就我们非得先挖坑后上学，真他妈的不公平。另一类想法是，我将来要当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托斯托耶夫斯基还上过脚手台呢。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年轻人没吃苦也当不了作家。这两种想法搅在一起，会使人彻底糊涂。现在我出了几本书，但我却以为后一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假定此说是有理的，想当作家的人就该时常把自己吊起来，想当历史学家的人就该学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当音乐家的人就该买个封稿来家把自己震聋，以便像贝多芬。想当画家的人就该割去自己的耳朵，冒充梵高。什么都想当的人就得把什么都去掉，像个梆子。听起来就不是个道理。总的来说，任何老三届优越的理论都没有平常心。当然，我也反对任何老三届恶劣的说法。老三届正在壮年，耳朵和男根齐备，为什么就不如人？在身为老三届这件事上，我也有平常心。不就是荒废了10年学业吗？这个财老子也认了。现在不过40来岁，还可以努力嘛。现在来谈谈那种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它来源于伟人，在伟人的头脑里是好的，但到了寻常人的头脑里就不起好作用，有时弄得人好赖不知，香臭不知。对我来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个逻辑很够用。好事我承受不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本文是对中国青年研究第4期上彭四清先生文章的回应。坦白地说，我对彭先生的文章不满，起先是因为他说了老三届的坏话。在我看来，老三届现象、老三届情节是我们这茬人没有平常心造成的。人既然不是机器，偶尔失去平衡应该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仔细想来，文革过了快20年了，人也不可能总是没有平常心呢。
老三届的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嘘的言论，连我看着都肉麻。让我们先言尽于此。对于彭先生所举老三届心态的种种肉麻之处，我是同意的。然后再说说我对彭先生的不满之处。彭先生对老三届的看法是否定的，对此我倒不想争辩，想争的是他讲出的那番道理。他说老三届有种种特殊遭遇，所以他们是些特殊的人，这种特殊的人不怎么高明，这是一种特别糟糕的论调。反过来说，这种特殊的人特别好，也同样的糟。这个论语貌似属于科学，其实属于伦理，它还是一切法西斯和偏执狂的策源地。我老师生出来时脚心朝上，但假如说的不是身体而是心智，就不能说他特殊。老三届的遭遇是特别，但我看他们也是些寻常人，对黑人、少数民族、女人都该做如是观。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物种，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You are special 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假如不是这么用，也很肉麻。载于1995年第6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题为《以平常心看老三届》。我对国产片的看法。我很少出去看电影，近来在电影院看过的国产片子大概只有《红粉》。在《红粉》这部片子里，一个嫖客，两个妓女，生离死别，演出多少悲壮的故事，看了让人起鸡皮疙瘩。由此回想起10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国产片《庐山恋》，男女主人公在庐山上谈恋爱，狂呼乱喊 I love my motherland， 犹如董存瑞炸碉堡。不知别人怎么看，我的感觉是不够妥当。这种不妥当的片子多得不计其数，恕我不一一列举。作家纳博科夫曾说，一流的读者不是天生的，他是培养出来的。庐山恋还评上了奖，这大概是因为编导对观众的培养之功。但是这样的观众恐怕不能算是一流的，所以我们可以改改纳博科夫的话，三流的影视观众不是天生的，他也是培养出来的。作为欣赏者，我们开头都是二流水平，只有经过了培养，才会特别好或是特别坏。在坏的方面，我可以举个例子。最近几年，中央台常演一些历史题材的连续剧，片子一上电视，编导就透过各种媒体说，这部片子的人物、情节、器具、歌舞，我们都是考证过的。我觉得这很没意思，可怪的是，每演这种电视片，报纸上就充满了观众来信，对人物年代做些繁琐考证，我也觉得挺没劲儿。似乎电视片的编导已经把观众都培养成了考据迷，当然也有个把漏网之鱼，笔者就是其中之一。但就一般来说，影视的编导就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凭良心说，现在的情况不算坏。文化革命里，人们只看8个样板戏，也没人说不好。在那些年月里，培养出了一些只会欣赏样板戏的观众。在现在的年月里，也培养了一批只会考证的观众。说到国产片的现状，应该把编导对观众的培养考虑在内。作为一条漏网之鱼，我对电影电视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想从上面欣赏一些叫做艺术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产片的一些编导犯下了双重罪孽：其一，自己不妥当；其二，把观众也培养得不妥当。不过，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近年来，中国电影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片子还在国际上得了奖。我认为这些片子是好的，但也有一点疑问，怎么都这么惨烈烈苦兮兮的？霸王别姬里剁下了一根手指头，红高粱里扒下了一张人皮。我们国家最好的导演对人类的身体都充满了仇恨。单个艺术家有什么风格都可以，但说到群体，就该有另一种标准。打个比方来说，我以为英国文学是好的，自莎士比亚以降，名家辈出。内中有位哈代先生，
写出的小说惨绝人寰，但他的小说也是好的。倘若英国作家自莎士比亚以降全是哈代的风格，那就该有另一种评价。英国文学是有毛病的。最近辛德勒名单大获成功，我听说有位大导演说，这正是我们的戏路，我们也可以拍这种表现民族苦难的片子。以我之见，按照我们的戏路，这种片子是拍不出来的，除非把活做到荧幕之外，请影院工作人员扮成日本兵，手擎染血的假刺刀，随着剧情的进展来捅我们的肚皮。当然，假如上演这样的片子，剧院外面应该挂个牌子，为了下一代，孕妇免进。话虽如此说，我仍然以为张艺谋、陈凯歌不同凡响。不同凡响的证明就是他们征服了外国的观众，而外国的观众还没有经过中国编导的培养。假如中国故事片真正走向了世界，情况还不知是怎样。莫泊桑曾说，提笔为文就想到了读者。有些读者说，请让我笑吧；有些读者说，请让我哭吧；有些读者说，请让我感动吧。在中国，有些读者会说，请让我们受教育吧。我举这个例子，当然是想用莫泊桑和读者来比喻影视编导与观众。敏感的读者肯定能发现其中的可笑之处。作品培养了观众的口味，观众的口味再来影响作者，像这样颠过来倒过去，肯定是很没劲儿。特别是假如编导不妥当，就会使观众不妥当，观众又要求编导不妥当，这样下去大家都越来越不妥当。作为前辈大师，莫泊桑当然知道这是个陷阱，所以他不往里面跳。他说，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读者才会要求，请凭着你的本心写出真正好的东西来。他就为这些读者而写。我也想做一个出类拔萃的观众，所以也这样要求，请凭着你的本心去拍片，但是再别扒人皮了，这样下去有点不妥当。对于已经不妥当的编导，就不知说些什么。也许该说点题外之语。我在影视圈里也有个把朋友，知道拍片子难，上面要审本子、审片，这是一；找钱难，这是二；还有三和四，就没必要一一列举。其中肯定有一条，观众水平低。不过我不知该怪谁，这只是一时一地的困境，而艺术是永恒的。此时此地讲这些就如疯话一般，但我偏还觉得自己是一本正经的。载于1995年第10期《演艺圈》杂志。我为什么要写作？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去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欢这个答案，因为里面包含着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说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痒痒。除此之外，我还喜欢这位登山家干的事儿，没来由的往悬崖上爬，它会导致肌肉疼痛，还要冒摔出脑子的危险，所以一般人尽量避免爬山。用热力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减伤现象，极为少见。这是因为人总是趋利避害，热力学上把自发现象叫做伤增现象，所以趋害避利肯定减伤。现在把登山和写作相提并论，势必要招致反对。这是因为最近10年来，中国有过小说热、诗歌热、文化热，无论哪一种热都会导致大量的人投身写作。别人常把我看成此类人士中的一个，并且告诫我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还写小说？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经商热，我该下海去经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样，前3种热发生时，我正在美国念书，丝毫没有受到感染。我们家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因为这些缘故，立志写作在我身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减伤过程。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件事，除了它是个减伤过程这一点。有关我立志写作是个减伤过程，还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写作是个笼统的字眼，还要看写什么东西。写畅销小说、爱情小诗等等热门东西，应该列入伤增过程之列。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
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做如此理解。据我所知，这世界上有名的严肃作家大多是凑合过日子，没名的大概连凑合也算不上。这样说明了以后，大家都能明白，我确实在一个减商过程中。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石卫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我们兄弟姐妹5个就此全学了理工科，只有我哥哥例外。考虑到我父亲脾气暴躁，吼声如雷，你得说这个选择是个熵增过程。而我哥哥那个例外是这么发生的：7、8年考大学时，我哥哥是北京木城建煤矿最强壮的青年矿工，吼起来比我爸爸音量还要大。无论是动手揍他，还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凭他去学了哲学，在逻辑学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门下当了研究生。考虑到符号逻辑是个极专门的学科，这是从外行人看不懂逻辑文章来说，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从以上的叙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亲的意思。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一种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专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我父亲一生坎坷，他又最爱我们，这样的安排在他看来最自然不过。我自己的情形是这样的，从小到大身体不算强壮，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所以一直本分为人。尽管如此，我身上总有一股要写小说的危险情绪。插队的时候，我遇上一个很坏的家伙，他还是我们的领导，属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少数坏干部之列。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头驴，并且把它写了出来，一些心头之愤。后来读了一些书，发现卡夫卡也写了个类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长了蝙蝠的翅膀，并且头发是绿的，生活在水下。这些20岁前的作品我都烧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说明这种危险倾向的由来。后来我一直抑制着这种倾向，念完了本科，到美国去留学。我哥哥也念完了硕士，也到美国去留学。我在那边又开始写小说，这种危险的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在美国时，我父亲去世了。回想他让我们读理科的事，觉得和美国发生的事不是一个逻辑。这让我想起了前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对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的话来：我小的时候很有音乐天才，只可惜我父亲没钱给我买把小提琴。假如有了那把小提琴，我现在就坐在你的乐池里。这段话乍看不明其意，需要我提示一句，这次对话发生在前苏联的30年代。说完了没多久，涂元帅就一命呜呼了。那年头专避元帅将军，不大避小提琴手。文化革命里跳楼上吊的却是文人居多。我父亲在世时一心一意的要给我们每人都弄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就是理工农医任意门，只有文科不在其内。这和美国发生的事不一样，但是结论还是同一个，我该去干点别的，不该写小说。有关美国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 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国家永远是在经商热衷，而且永远是1000°C的白热。所以你要是看了前文之后，以为那里有某种气氛会有助于人立志写作，就错了。连我哥哥到了那里都后悔了，觉得不该学逻辑，应当学商科或者计算机。虽然他依旧无限仰慕罗素先生的为人，并且竭其心力证明了一项几十年未证出的逻辑定理，但是看到有钱人豪华的住房，也免不了唠叨几句他对妻儿的责任。在美国，有很强大的力量促使人去挣钱，比方说洋房，有些只有一片小草坪，有的有几百亩草坪，有的有几千亩草坪，所以仅就住房一项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挣钱的动力。再比方说汽车，有无穷的档次和价格，你要是真有钱，
可以考虑把肯尼迪遇刺时坐的汽车买来坐。还有人买下了前苏联的战斗机，驾着飞上天。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孩子对同伴说：我爸爸穷，我要是有孩子，现在也准在那里挣钱。而写书在那里也不是个挣钱的行当。不信你到美国书店里看看，各种各样的书涨了架子，和超级市场里陈列的卫生纸一样多。假如有人出售苦心积虑一页页写出的卫生纸，肯定不是好行当。除此之外，还有好多人的书没有上架，窝在他自己的家里。我没有孩子，也不准备要。作为中国人，我是个极少见的现象。但是人有一张脸，树有一张皮，别人都去挣钱，自己却在干可疑的勾当，脸面上也过不去。在美国时，有一次和一位华人教授聊天，他说他的女儿很有出息，放着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奖学金不要，自费去念一般大学的 law school， 如此反潮流，真不愧是书香门第。其实这是舍小利而去大利，受小害而避大害。不信你去问问律师挣多少钱，人类学家又挣多少钱。和我聊天的这位教授是个大学问家，特立独行之辈，一谈到了儿女，好像也不大特立独行了。说完了美国、前苏联，就该谈谈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写了8年小说，也出了几本书，但是大家没怎么看到。除此之外，我还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这时我总善意的想，写信的人准是在领导那里挨了骂，找我撒气。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我还在减伤过程中。顺便说一句，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减伤过程。但是这是说人类，具体说到自己，我的行为依旧无法解释。再顺便说一句，处于减伤过程中的绝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美国，我遇上过支起摊来卖特洛茨基、格瓦拉、毛主席等人的书的家伙。我要和他说话，他先问我怕不怕联邦调查局。别的例子还很多。在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这一宏大的过程。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我还可以说，光有熵增现象不成。举例言之，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坑里的蛆。但是这也不能解释我的行为，我的行为是不能解释的。假如你把熵增现象看成金科玉律的话。当然，如果硬要我用一句话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我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但是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有杀人一样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吧。载于1994年3月出版的第111期香港文学杂志。用一生来学习艺术。我念过文科，也念过理科。在课堂上听老师提到艺术这个词，还是理科的老师次数更多。化学老师说，做实验要有实验艺术。计算机老师说，编程序有编程艺术。老师们说，怎么做对是科学，怎么做好则是艺术。前者有判断真伪的法则，后者则没有。艺术的真谛就是要叫人感到好，甚至是完美无缺。传授科学知识就是告诉你这些法则，而艺术的修养是无法传授的，只能够潜移默化。这些都是理科老师教给我的，我觉得比文科老师讲得好。没有科学知识的人比有科学知识的人更容易犯错误，但没有艺术修养的人就没有这个缺点，他还有容易满足的好处。假如在一个社会里，人们一点文学修养都没有，那么任何作品都会使他们满意。举个例子说，美国人是不怎么读文学书的，一部《廊桥遗梦》就可以使他们如痴如狂。相反，假如在某个国家里，欣赏文学作品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就只有最好的作品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我想，法国最有资格算作这类国家。一部《情人》曾使法国为之轰动。大家都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刚去世不久的杜拉斯。这本书有4个中文译本，
其中最好的当属王道乾先生的一本。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一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有位作家朋友对我说，他很喜欢《情人》那种自由的叙事风格，他以为《情人》是信笔写来的，是自由发挥的结果。我的看法则相反，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给人带来的无限的沧桑感开始，到结尾的一句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带来绝望的悲凉中，感情的变化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花上比写原稿多3到5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比旧的好的没法比。事实上，情人也确实是这样改过，一直改到改不动才交给出版社。情人这种现代经典与以往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需要更多的心血。我的作家朋友听了感觉有点泄气，这么写一本书也不见得能多赚稿费，不是亏了吗？但我以为我们一点都不亏。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杜拉斯，有了情人，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给我们一个范本，再写起来已经容易多了。假如没有范本，让你凭空去创造这样一种写法，那才是最困难的事。60、70年代，法国有一批新小说作家，立意要改变小说的写法，作品也算是好看，但和情人是没法比的。有了这样的小说，阅读才不算是过时的陋习。任凭你有宽银幕、环绕立体声，看电影的感觉终归不能和读这样的小说相比。忆情人的王道乾先生已经在前几年逝世了，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辈。我知道他原是位诗人，40年代末曾到法国留学，后来回来参加祖国建设，一生坎坷，晚年搞起了翻译。他的作品我只读过《情人》，但已使我终身受益。另一篇使我终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铮、穆旦先生译的《青铜骑士》。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看起来黑压压的一片，都是方块字，念起来就大不相同。诗不光是押韵，还有韵律；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肠荡气。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实际上，世界上每一种文学语言都有这种筋骨。当年我在美国留学，向一位老太太学英文，她告诉我说，不读莎士比亚，不背米尔顿，就根本不配写英文。当然，我不会背米尔顿，是不配写英文的了。但中文该怎么写，始终是个问题。古诗是讲平仄的，古文也有韵律，但现在写这种东西就是发疯。假如用白话来写，用哪种白话都是问题。张爱玲晚年执意要写苏白，她觉得苏白好听。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文章里的那些字我都不知该怎么念。现在作家里用北方方言写作的很多，凭良心说，效果是很糟心的。我看到过一种最古怪的主意，是钱玄同出的，他建议大家写《儒林外史》那样的官话，幸亏没人听，否则会把大家都写成玉夫子的。这样一扯就扯远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不信你去找本《情人》或是《青铜骑士》念上几遍，就会信服我的说法。本文的主旨是怀念那些已经逝去的前辈，但却从科学和艺术的区别谈起。我把杜拉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看作我的老师，
但这些老师和教我数学的老师是不同的，前者给我的是一些潜移默化，后者则教给我一些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前一种东西更难得到。除此之外，比如科学、艺术更能使人幸福。因为这些缘故，文学前辈也是我更爱的人。以上所述基本上是我在文学上所知道的一切。我没有读过大学的中文系，所以孤陋寡闻，但我以为人活在世上不必什么都知道，只知道最好的就够了。为了我知道的这些，我要感谢杜拉斯，感谢王道乾和穆旦，他们是我真正敬爱的人。载于1997年第5期出版广角杂志双月刊。我对小说的看法。我自幼就喜欢读小说，并且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写小说，直到27、28岁时读到了图尼埃尔的一篇小说，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不知不觉之中，小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的区别，就像汽车和马车的区别一样大。现代小说中的精品，再不是可以一目十行往下看的了。为了让读者同意我的意见，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杜拉斯的《情人》的第一句是：我已经老了，无限沧桑尽在其中。如果你仔细读下去，就会发现每句话的写法大体都是这样的。我对现代小说的看法就是被情人固定下来的。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而且极端精美，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在经典作家里，只有俄国的契诃夫偶尔有几笔写成这样，但远不是通篇都能让人敬畏。必须承认，现代小说家曾经使我大受惊吓。我读过的图尼埃尔的那篇小说叫做《少女与死》，它只是一系列惊吓的开始。因为这个发现，我曾经放弃了写小说，有整整10年在干别的事，直到将近40岁，才回头又来尝试写小说。这时我发现，就是写过一些名篇的现代小说家，平常写的小说也是很一般的。瑞士作家迪伦马特写完了他的名篇《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之后，坦白说，这个长中篇耗去了他好几年的光阴，而且说今后他不准备再这样写下去了。此后他写了很多长篇，虽然都很好看，但不如《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精粹。杜拉斯也说，《情人》经过反复的修改，每一段每一句都重新安排过。照我看，他的其他小说都不如《情人》好。他们的话让人看了放心，说明现代小说家也不是一群超人。他们有些惊世骇俗的名篇，但是既不多也不长。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现代小说中几个中篇，如《情人》之类，比之经典作家的鸿篇巨制毫不逊色。爱好古典文学的人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也没打算说服他们，但我还是要说，我也爱好过古典文学。而在影视发达的现代，如果没有现代小说，托尔斯泰并不能让我保持阅读的习惯。我认为现代小说的成就建筑在不多的几个名篇上，虽然凭这几篇小说很难评上诺贝尔文学奖，但现代小说艺术的顶峰就在其中。我的抱负也是要在1-2篇作品里达到这个水平。我也特别喜欢写长中篇，6万字左右，比如《我的未来世界》就是这么长，情人、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等名篇也是这么长。当然，这样做有东施效颦之嫌。在我写过的小说里，黄金时代是我最满意的，但是还没有达到我希望的水准，所以还要继续努力。生活和小说。罗素先生曾说，从一个假的前提出发，什么都能够推论出来。照我看，这就是小说的实质。不管怎么说，小说里可以虚构。这就是说，在一本小说里，不管你看到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不应该诧异，更不该指责作者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因为小说就是假的呀。据说罗素提出这一命题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劫难。我对逻辑知道的不多，但我是罗素先生热烈的拥护者。这是因为除了写小说，我还有其他的生活经验，比方说做几何题。做题时，有时你会发现各种千奇百怪的结果不断的涌现，这就是说你已经出了一个错，正在假的前提上推理。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仅可以推出三角形的内角之和超过了180度，还可以把现有的几何学知识全部推翻。从做题的角度出发，你应该停止推论，从头检查全部过程，找到出错的地方，把那以后的推论全部放弃。这种事谁都不喜欢，所以我选择了与真伪无关的职业，写小说。凭良心说，我喜欢千奇百怪的结果，我把这叫做浪漫，但这不等于我就没有能力明辨是非了。生活里浪漫的事件很多，举例言之，24年前，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以此为契机，我的生活里出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故而我相信这些事全都出自一个错误的前提。现在我能够指出错出在什么地方，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青年是很够格的，16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用培根的话来说，知识就是力量。假如我们真有知识，到哪里都有办法。可怜那时我只上了7年学，如果硬说我有什么知识，那只能是对知识2字的污蔑。不管怎么说，这个错误不是我犯的，所以后来出了什么事都不由我负责。因为生活对我来说不是算草纸，可以说撕就撕，所以到后来我不再上山下乡时已经老了好多。但是我的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却的确是算草纸，可以拿来乱写乱画。其实我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像上山下乡这样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保不准还会有的。对此当然要有个正确的态度，用上纲上线的话来说，就叫做正确对待。这种态度我已经有了。我们不妨把过去的生活看作小说，把过去的自己看成小说中的人物，这样心情会好得多。因为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从假命题开始的推理，不能够认真对待。如果这样看待自己的过去，就能看出不少可歌可泣的地方。至于现在和未来是不是该这样看待，则要看现在是不是还有错误的前提存在。虽然我们并不缺少明辨是非的能力，凭良心说，我希望现实的世界在理性的世界里运作，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像这样的事，我们自己是一点也做不了主的。现在的人不大看小说了，专喜欢看纪实文学，这说明我们的生活很有趣味，带有千奇百怪的特征。不管怎么说，有趣的事多少都带点毛病。不信你看有趣的纪实文学，总是和犯罪之类的事有关。假如这些纪实文学记的都是外国，那倒是无所谓，否则不是好现象。至于小说越来越不好看，则有另外的原因，这是因为有人要求它带有正确性、合理性，激励人们向上等等，这样的小说肯定无趣。换言之，那些人用现实所应有的性质来要求小说、电影等等。我听人说，这样做的原因是小说和电影比现实世界容易管理。如此说来，这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正如堂吉诃德挑风车也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很不幸，因为现实世界的合理性里就包括有趣的小说和电影，故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现实世界更加不合理了。由于这些人士的努力，世界越来越不像世界，小说越来越不像小说，我们的处境正如老美说的，在 middle of nowhere， 这是小说发生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小说的艺术。朋友给我寄来了一本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这是本谈小说艺术的书，书很长，有些地方我不同意，有些地方我没看懂。这本书里夹杂着五线谱，但我不识谱，家里更没有钢琴，但还是能看懂、能同意的地方居多。我对此书有种特别的不满，那就是作者丝毫没有提到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卡尔维诺、尤斯纳尔、君特·格拉斯、莫迪亚诺，还有一位不常写小说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早在半世纪以前，茨威格就抱怨说，哪怕是大师的作品也有纯属冗余的成分。假如他活到了现在，看到现代小说家的作品，这些怨言就没有了。昆德拉不提现代小说的这种成就，是因为同行嫉妒，还是艺术上见解不同，我就不得而知。当然，
昆德拉提谁不提谁，完全是他的自由。但若我来写这本书，一定要把这件事写上。不管怎么说吧，我同意作者的意见，的确存在一种小说的艺术，这种艺术远不是谁都懂得。昆德拉说，不懂开心的人不会懂得任何小说艺术，除了懂得开心，还要懂得更多，才能懂得小说的艺术。但若连开心都不懂，那就只能把小说读糟蹋了。归根结底，昆德拉的话并没有错。我自己对读小说有一种真正的爱好，这种爱好不可能由阅读任何其他类型的作品所满足。我自己也写小说，写得好时得到的乐趣，绝非任何其他的快乐可以替代。这就是说，我对小说有种真正的爱好，而这种爱好就是对小说艺术的爱好。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和昆德拉沟通。我想象一般的读者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对文化生活有种泛泛的爱好。现在有种论点，认为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杂文，这或者是事实，但我对此感到悲哀。我自己读杂文，有时还写点杂文。照我看，杂文无非是讲理，你看到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就可。当然，把道理讲得透彻，讲得漂亮，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但毕竟和读小说是两道劲儿，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虽能把理讲好，但不觉得这是长处，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诚然，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的责任，憋不住就得说，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所以也只能适当克服，还不能完全克服。前不久在报上看到一种论点，说现在杂文取代了小说，负起了社会道义的责任。假如真是如此，那倒是件好事。小说来负道义责任，那就如希腊人所说，鞍子扣到头上来了。但这是仅就文学内部而言，从整个社会而言，道义责任全扣在提笔为文的人身上还是不大对头。从另一方面来看，负道义责任可不是艺术标准，尤其不是小说艺术的标准，这很重要啊。昆德拉的书也主要说这个问题。写小说的人要让人开心，他要有虚构的才能，并且有施展这种才能的动力。我认为这是主要之点。昆德拉则说，看小说的人想要开心，能够欣赏虚构，并已能宽容虚构的东西。他说这是主要之点。我倒不存这种奢望。小说的艺术首先会形成在小说家的意愿之中，以后会不会遭人背叛，那是以后的事。首先要有这种东西，这才是最主要的。昆德拉说，小说传统是欧洲的传统，但若说小说的艺术在中国从未受到重视，那也是不对的。在很多年前，曾有过一个历史的瞬间，年轻的张爱玲出露头角，显示出写小说的才能。傅雷先生发现了这一点，马上写文章说，小说的技巧值得注意。那个时候，连张春桥都化名写小说，仅就艺术而言，可算是一团糟。张爱玲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但若说有什么遗嘱被背叛了，可不是张爱玲的遗嘱，而是傅雷的遗嘱。天知道张爱玲后来写的那叫什么东西，她把自己的病态当作才能了。人有才能还不叫艺术家，知道珍视自己的才能才叫艺术家呢。笔者行文至此就欲结束，但对小说的艺术只说了它不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还一字未提。假如读者想要明白的话，从昆德拉的书里也看不到，应该径直找两本好小说看看，看完了能明白则好，不能明白也就无法可想了。可以去试试别的东西，千万别听任何人讲理，越听越糊涂。任何一门艺术只有从作品里才能看到。套昆德拉的话说，只喜欢看杂文、看评论、看简介的人是不会懂得任何一种艺术的。载于1996年第3期博览群书杂志。王朔的作品。与王朔有关的影视作品我看了一些，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有些作品里带点伍迪·艾伦的风格，这是我喜欢的。有些作品里也冒出些套话，这就没法喜欢。总的来说，他是有艺术成就的，而且还不小。当然，和伍迪·艾伦的成就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
现在他受到一些压力，说他的作品没有表达真善美，不够崇高等等。对此我倒有些看法。有件事大家可能都知道，艺术的标准在世界上各个地方是不同的。以美国的标准为例，到了欧洲就会被视为浅薄。我知道美国有部格调高尚的片子，说上帝本人来到了美国，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美国老人，到处去助人为乐。听见别人顺嘴溜出一句感谢上帝，就接上一句不客气。相信这个故事能使读者联想到一些国产片。这种片子叫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看了一定会觉得浅薄。法国人对美国电影的看法是，除了伍迪·艾伦的电影，其他通通是狗屎一堆。相反，一些优秀的欧洲电影，美国人却没有看过。比方说，我小时看过一些极出色的意大利电影，如《罗马11时》之类，美国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为此，我请教过意大利人，他们皱着鼻子说道：美国人看我们的电影，他们看不懂。把知识分子扣除在外，仅就一般老百姓而论，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文化上有些差异。欧洲，尤其是南欧的老百姓喜欢深刻的东西，美国人喜欢浅薄的东西。这一点连后者自己也是承认的。这种区别是因为欧洲有历史，美国没有历史所致。因为有这种区别，所以对艺术的认识也有深浅的不同。假定你有深刻的认识，对浅薄的艺术就会视为庸俗。这正是欧洲人对美国电影的看法。现在来谈谈我们中国人民是哪一种人。我毫不怀疑，因为有5000年的文明史，我们是全世界最深刻的人民。这一点连自以为深奥的欧洲人也是承认和佩服的。我在国外时，从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件事：美籍华人建筑师贝先生主持了卢浮宫改造工程，法国人不服。有人说，美国人有什么文化，凭什么来动我们的卢浮宫？对此，贝先生从容答道：我有文化，我是中国人呢。对方也就哑口无言了。顺便说说，伍迪·艾伦的电影充满了机智反讽，在美国电影里是绝无仅有的。这也难怪，他虽是美国籍，却是犹太人，犹太文化当然不能小看。他的电影能搞到手的我都看过，我觉得也不坏，但对我来说还略显浅薄。略显浅薄的原因，除中华文化比犹太文化历史悠久之外，还有别的。这也难怪，在美国的中国人当时不过100万，作为观众为数太少，他也只能迁就一下一般浅薄的美国观众。正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有历史有文化很深刻，想在中国搞出正面讴歌的作品可不容易啊。无论是美国导演还是欧洲导演，哪怕是犹太导演，对我们来说都太浅薄。我认为真善美是一种老旧的艺术标准，新的艺术标准是搞出漂亮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东西。批判现实主义就是艺术的一支，它就不是什么真善美。王朔的东西在我看来基本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伍迪·艾伦也属这一类。这一类的艺术只有成熟和深刻的观众才能欣赏。在我看来，所谓真善美就是一种甜腻腻的正面描写。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度里，一流的艺术作品没有不包括一点批判成分的。因此，从批判转入正面歌颂，往往意味着变得浅薄。王朔和他的创作集体在影视圈乃至文化圈里都是少数派。对于上述圈子里的多数派，我有这样一种意见：现在中青年文化人之大多数对文化的一般见识，比之先辈老先生们不为没有提高，反而大幅度下降。为了防止引起众怒，我要声明，我自己尤其远不如老先生们。50、60年代的意大利的优秀电影一出现，老先生们就知道是好东西，给予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的美誉。现在的文化人，不要说这种见识，连这样的名词都不知道，只会把崇高之类的名词径直讲出口来，也不怕直漏。当然，大家不乏讴歌主旋律的决心，但能力或者干脆说是才能，始终是个主要问题。多数的影视作品善良的创作动机是不容怀疑的，但都不好看。在此情况下，应该想到自己的艺术标准浅于大众，和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民之一般水平不符，以往深处开掘。不要看不起小市民，也不要看不起芸芸众生。毛主席曾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你搞出的影视作品让人家看了身上爆起3层鸡皮疙瘩，谁聪明谁笨也就不言自明。搞影视的人常抱怨老百姓口味太刁，这意思无非是说老百姓太聪明，自己太笨。我倒觉得不该这样子不打自招，这就显得更笨了。我觉得王朔过去的反嘲反讽风格是我们能见到深一层的东西。最近听说他要改变风格，向主流靠拢，倒使我感到忧虑。王朔是个聪明人，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假如没有遇上车祸，聪明人很不容易变笨。可能他想要耍点小聪明，给自己的作品披上一层主旋律的外衣，故作崇高之状。但是中国人都太聪明，耍小聪明骗不了谁，只能骗骗自己。就拿他最近的《红樱桃》来说，虽然披了一层主旋律的外衣，其核心内容和美国电影《九州半》还是一类。把这些不是一类的东西嫁接在一起，看上去真是不伦不类。照这个样子搞下去，广电部也未必会给他什么奖励，还要丢了观众，两样都没得到，那才叫倒霉。萧伯纳的《芭芭拉少校》。萧伯纳的剧作《芭芭拉少校》是萧翁的精彩之作，新中国出的2种萧伯纳戏剧集都收了。如果哪个热爱文学的人没有读过，实为一大憾事。青年人一般爱读小说，不爱读剧本，我也如此。但是萧伯纳的剧本与众不同，不可不读。芭芭拉少校剧情不算复杂，讲的是本世纪初一个军火大王安德谢夫如何解决他的继承人的问题的故事。一般来说，军火大王名声不好，安德谢夫的名声尤其糟糕。资本家做缺德事时，总要标榜些礼义廉耻，可是安德谢夫却言行如一，他自称绝不要脸，弄得声名狼藉。他的妻子伯利夫人有心让儿女斯坦芬和芭芭拉继承他的生意，可是斯坦芬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上流人，讨厌他爹的那股下流气。芭芭拉的问题更复杂，他加入了救世军，诚心诚意地爱上了救灵魂的事业，干脆把他爹看成个混世魔王。而安德谢夫本人恰恰是反对儿女继承祖业的。安德谢夫一家世世代代都不由亲生儿女继承，而是从大街上拾个弃儿当继承人。这一位安德谢夫也是这么想。安德谢夫并不是拘泥于这个古怪传统，而是要挑一个没受过正统教育毒害的人。其实受过正统教育与否还在其次，主要是要找个像他一样不要脸的人。他对斯坦芬评价甚低，但是却喜欢芭芭拉。为此他收买了救世军，揭露了救灵魂的虚伪，又邀请芭芭拉和大家一起到他厂里去参观。混世魔王的工厂精彩无比，连斯坦芬都倾心不已。这时忽然芭芭拉的情人科森斯教授异军突起，跳出来宣称自己是个弃儿，通过了绝不要脸的考试，被安德谢夫接受为继承人。全剧不但妙趣横生，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有力的一笔是剧中人围绕明辨是非问题发生的戏剧性冲突，读来耐人寻味。第3幕，伯利夫人要安德谢夫接受斯坦芬为继承人，可是斯坦芬坚决不肯接受这个肮脏的造大炮的生意。安德谢夫很高兴，他打算给儿子找个好职业作为补偿。他向斯坦芬建议了下列职业：文学艺术、哲学、陆海军、宗教、律师、戏剧。斯坦芬声称一概干不来。安德谢夫只好问他的儿子：你能说说你长于什么，或是爱好什么吗？斯坦芬起立，目不转睛地瞅着他。我会明辨是非。安德谢夫说：真的吗？怎么没有做买卖的才能？对于艺术无兴趣，不敢碰哲学，却知道辨别是非的秘诀？这倒是考倒一切哲学家，难坏一切律师，搞混一切商人，毁灭大多艺术家的一个问题啊！哎呀，先生，您真是个天才，圣人中的圣人，人间的天神，而且年纪只有24岁。接下去安德谢夫又说：拿救世军那个可怜的小姑娘珍妮希尔来说吧，你要是叫她站在大街上讲文法、讲地理、讲算术，甚至叫她讲交谊舞，她都会认为你是开她的玩笑，
可是他绝不怀疑他能够讲道德问题，讲宗教问题。真的，论起明辨是非，儿童仿佛比成人强，无知的人仿佛比聪明人强，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接受一个伦理的或宗教的体系，比接受一个真理的或科学的体系要容易得多。一个伦理的体系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简单明了，人们能够凭良心、凭情感来明辨是非。斯坦芬可以指出造大炮是残忍的，可以指出做买卖斤斤计较是下流的。世界在他那里是无比简单的，是非都写在每件东西上，写在每一个人脸上。世界上绝不存在一个能把他难倒的难题。说来惭愧，10几岁的时候，我也是斯坦芬一流的人物。那时我也会明辨是非，我甚至能说出光明是好的，黑暗是坏的，左边是好的，右边是坏的，东边是好的，西边是坏的等等。所差的是斯坦芬能说出下列一些话来。斯坦芬说：您不知道您那套有多可笑，您就没上那些尚有古风、不屑与时代为伍的中学和大学去看看。我的思想方法都是在这2个学校养成的，所以您觉得统治英国的是金钱，却也难怪。可是您总得承认，这问题我比您知道的更多。安德谢夫说：那么统治英国的是什么呢？品质，爸爸，品质。谁的品质？你的还是我的？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英国民族一切最优的品质的结晶。这里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斯坦芬的品质是怎么来的？这些品质是他过的那种生活的产物，教育只是其中一个侧面而已。他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用记，只要过这种生活，品质就自然地形成了。也可以说，这种品质不是知识，不是学问，只是一种情绪罢了。凭着这种情绪，我们不难把世界上的一切分为好和坏2大类，不难明辨是非，但却不能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看到这儿，真让人为安德谢夫捏把冷汗，不知他能给他儿子找个什么事做。可是他居然找到了。哦，正和他自己要干的那一行，他什么也不懂，而自以为什么都懂。就凭这一点，到政界准能飞黄腾达。让我们回到关于明辨是非问题上去。明辨是非并非毫无必要，但是如果以为学会了明辨是非就有了什么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学会了把世上一切事物分成好的和坏的以后，对世界的了解还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我们还要继续学习一切是如何发生、如何变化的。这些知识会冲击我们过去形成的是非标准。这时我们就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是接受事实还是坚持旧有的价值观念。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却成了接触世界与了解世界的障碍，结果是终生停留在只会明辨是非的水平上。可以这样说，接受了一个伦理的体系，不过达到了小学4年级的水平，而接受一个真理的体系就难得多。人们毕生都在学习科学，接触社会，人们知道的越多，明辨是非就越困难。在一个伦理的体系之中，人们学会了把事物分成好的与坏的，对的与错的，应该发生的和不应该发生的。这样的是非标准对我们了解世界是有不良影响的。科学则指出，事物存在和不存在，发生和不发生，这些事实常常与那些道德标准冲突。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如果我们承认它，就成了精神上的失败者；如果我们不承认它，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机会。事实上，很多人为了这种精神上的胜利，就被永远隔绝在现实世界之外。在肖伯纳的戏剧中，这样的人物多的是。斯坦芬、芭芭拉、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中的娜拉等人都是。还有另一种人物，他们信奉一套道德标准，在行动中却绝不遵守它。他们可以正确地认识世界，但是又不和旧有的信念冲突。他们保存了这个矛盾不去解决，结果活得很好，如伯利夫人，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中的伯饶本。第3种人就是安德谢夫，他把这个矛盾解决了。他干脆不去明辨是非，
只信奉绝不要脸的信条，结果在那个社会非常成功。在我们看来，安德谢夫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他残酷地剥削和欺骗劳动人民，但是他在那个社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又说明他有他的高明之处。比之那些糊涂的善良人，他是一个头脑清楚的坏蛋。一个坏蛋清楚的头脑中，真理的成分要比善良的糊涂人多一些。然而坏蛋终究是坏蛋，这一点提示我们，明辨是非的伦理体系并非毫无用处。我只是说，它不是接近真理的方法。肖伯纳在其戏剧之中把这一点表达得淋漓尽致。盖茨的紧身衣。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里写道，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工程师已有能力营造真实的感觉。他们可以给人戴上显示彩色图像的眼镜，再给你戴上立体声耳机，你的所见所闻都由计算机来控制。只要软硬件都过硬，人分不出电子音像和真声真相的区别。可能现在的软硬件还称不上过硬，尚做不到这一点，但过去20年里，技术的进步是惊人的，所以对这一天的到来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光看到和听到还不算身临其境，还要模拟身体的感觉。盖茨先生想出一种东西，叫做 VR 紧身衣，这是一种机电设备，像一件衣服，内表面上有很多伸缩的触头，用电脑来控制，这样就可以模仿人的触觉。照他的说法，只要有25万到30万个触点，就可以完全模拟人全身的触感。从电脑技术的角度来说，控制这些触头简直是小儿科。有了这身衣服，一切都大不一样。比方说，电脑向你输出一阵风，你不但可以看到风吹杨柳，听到风过树梢，还可以感到风从脸上流过。假如电脑输出的是美人，那就不仅是她的音容笑貌，还有她的发丝从你的面颊上划过，这是友好的美人。假如不友好，来的就是大耳刮子。VR 紧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作为学食品科技的人，我觉得还该有个面罩，连着一些香水瓶，由电脑控制的阀门决定你该闻到什么气味。但假若你患有鼻炎，就会觉得面罩没有必要。总而言之， VR 紧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估计要不了20年，科学就能把它造出来，而且让它很便宜，像今天的电子游戏机一样在街上出售。穿上它就能前往另一个世界。假如软件丰富，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想遇到谁就能遇到谁，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且不花什么代价，顶多出点软件钱。到了那一天，不知人们还有没有心思阅读文本，甚至识不识字都不一定。我靠写作为生，现在该做出何种决定呢？大概是在60、70年代吧，法国有些小说家就这样提出问题。在电影时代，小说应该怎么写？该看到的电影都演出来了，该听到的广播也播出来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花几十页写出的东西，用宽银幕电影几个镜头就能解决。还照经典作家的写法，没有人爱看，顶多给电影提供脚本。如我们所知，这叫生产初级产品，在现代社会里地位很低。在那时，电影电视就像比尔·盖茨的紧身衣，对艺术家来说是天大的灾难。有人提出，小说应该向诗歌的方向发展，还有人说，小说该着重去写人内心的感受，这样就有了法国的新小说。还有人除了写小说，还去搞电影，比如已故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我对这些作品很感兴趣，但凭良心说，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10几年来没有读到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有人也许会提出最近风靡一时的《廊桥遗梦》，但我认为那不过是一部文字化的电影。假如把它变成软件，钻到比尔·盖茨的紧身衣里去享受，会更过瘾一些。相比之下，我宁愿要一本5迷3道的法国新小说，也不要一部《廊桥遗梦》。这是因为从小说自身的前途来看，写出这种东西解决不了问题。真正的小说家不会喜欢把小说写得像电影。我记得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和音乐是同质的东西。我讨厌这个说法。
因为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了音乐，就说不出小说该像什么了。但也不能不承认，这种说法有些道理。小说该写人内在的感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仅此还不够，还要使这些感觉组成旋律。音乐有种连贯的、使人神往的东西，小说也该有。既然难以言状，就叫它韵律好了。本文的目的是要纪念已故的杜拉斯，谈谈他的小说《情人》。谁知扯得这样远，现在可以进入主题。我喜欢过不少小说，比方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一些别的书，但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情人》相比。《1984》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是帮我解决人生中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决的是有关小说自身的疑惑。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它写出一种人生的韵律。书中的性爱和生活中别的事件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使我完全满意了。就如达芬奇画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达芬奇的错。米开朗基罗雕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米开朗基罗的错。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人若不肯看小说，那是人的错，不是小说的错。杜拉斯写过《华北情人》后说，我最终还原成小说家了。这就是说，只有书写文本能使他获得叙事艺术的精髓。这个结论使我满意，既不羡慕电影的镜头，也不羡慕比尔盖茨的紧身衣。载于1996年5月29日《中华读书报》，题为《小说和盖茨的紧身衣》。个人尊严。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违宪。回到国内，一条违宪就像是没有，连尊严这个字眼也感到陌生了。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英文词 dignity， 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意，还有体面、身份的意思。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举个大点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有过皇上对大臣施廷杖的事，无论是多大的官，一言不合就可能受到如此当众羞辱。高官尚且如此，遑论百姓。除了皇上一人，没有一个人能有尊严。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此话如有任何古怪之处，罪不在我。到了现代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仍有这种遗风。我们就不必细说文革中、文革前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到了现在，已经不用见官下跪，也不会在屁股上挨板子，但还是缺少个人的尊严。环境就是这样，公共场所的秩序就是这样，人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容你有任何自尊。举个小点的例子，每到春运高潮，大家就会在传媒上看到一辆硬座车厢里挤了300-400人，厕所里也挤了10几人。谈到这件事，大家会说国家的铁路需要建设，说到铁路工人的工作难做，提到安全问题，提到所有的问题，就是不提这些民工这样挤在一起，完全没有了个人的尊严，仿佛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当然，只要民工都在过年时回家，火车总是要挤的，谁也想不出好办法。但个人的尊严毕竟大受损害，这件事总该有人提一提才对。另一件事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人走在街上感到内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厕所，一进去就觉得自己的尊严一点都没了。现在北京的公厕正在改观，这是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也会内急，所以北京的公厕已经臭名远扬。假如外国人不来，厕所就要臭下去，而且大街上改了，小胡同里还没有改。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留学生说，有一次他在小胡同里内急，走进公厕撒了一泡尿，
出来以后，猛然想到自己刚才满眼都是黄白之物，居然能站住了不倒，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急忙来告诉我，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脏很乱，总要到某个国际会议时才能改观，这叫借某某会的东风。不光老百姓这样讲，领导上也这样讲。这话听起来很有点不对味儿，不雅的景象外人看了丢脸，没有外人时自己住在里面也不体面，这后一点总是被人忘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发现自己曾有一种特别的虚伪之处，虽然一句话说不清，但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假如我看到火车上特别挤，就感慨一声道，这种事居然可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假如我看到厕所特脏，又长叹一声，哎，北京市这是怎么搞的？这其中有点幽默的成分，也有点当真。我的确觉得国家和政府的尊严受到了损失，并为此焦虑着。当然，我自己也想要点个人尊严，但以个人名义提出就过于直路，不够体面。言必称天下，不以个人面目出现，是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当然，现在我把这作为虚伪提出，已经自外于知识分子，但也有种好处，我找到了自己的个人面目。有关尊严问题，不必引经据典，我个人就是这么看。但中国忽视个人尊严却不是我的新发现，从大智者到通俗作家，有不少人注意到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义，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就从没人关心。龙应台为这类事而愤怒过，三毛也大发过一通感慨。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所有指出这个现象的人，或者是外国人，或者曾在国外生活过，又回到了国内。没有这层关系的中国人对此浑然不觉。笔者自己曾在外国居住4年，假如没有这种经历，恐怕也发不出这种议论。但这一点并不让我感到开心。环境脏乱的问题，火车拥挤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人们倒是看到了，但总从总体方面提出问题，讲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其实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削我们每个人的面子。对此能够浑然无觉，倒是多多怪事。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作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挤火车和上公共厕所时，人只被当身体来看待，这里既有其一的成分，也有其二的成分，而且归根结底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逊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的活着。这就是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知道了这一点，火车上太挤了之后，我就不会再挤进去而浑然无觉。载于1995年第5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君子的尊严。笔者是个学究，待人也算谦和有礼，自以为算个君子。当然，实际上是不是还要别人来评判。总的来说，君子是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是士人或称知识分子。按照中国的传统，君子是做人的典范。君子不言利，君子忍让不争，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独善其身，这都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时至今日，以君子自居的人还是如此行事。我是宁做君子不做小人的，但我还是以为君子身上有些缺点，不配作为人的典范，因为他太文弱，太窝囊，太受人欺。君子既不肯与人争利，就要安于清贫，但有时不是钱的问题，是尊严的问题。
前些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北京的一位人大代表发言，说儿童医院的挂号费是1毛钱，公厕的收费是2毛钱。很显然，这样的收费标准有损医务工作的尊严。当然，发言的结尾是呼吁有关领导注意这个问题。有关领导也点点头说，是呀，这个问题要重视。我总觉得这位代表太君子，没把话讲清楚，直截了当的说法是，我们要收2块钱，别人要是觉得太贵，那你就还个价来。这样3下5除2就切入了正题，这样说话比较能解决问题。君子不与人争，就要受气。举例来说，我乘地铁时排队购票，总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前面加塞。说实在的，我有很多话要说。我排队，你为什么不排队？你忙，难道我就没有事？但是碍于君子的规范，讲不出口来，话憋在肚子里，难免要生气。有时气不过就嚷嚷几句，排队啊！这种表达方式不够清晰，人家也不知是在说他。正确的方式是指住加塞者的鼻子，口齿清楚地说道，先生，大家都在排队，请你也排队。但这样一来就陷入人与人争论的境地，肯定不是君子了。常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流氓横行不法，围观者如堵，无人上前制止。我敢肯定，围观的都是君子，也很想制止，但怎么制止呢？难道上前和他打架吗？须知君子动口不动手啊。我知道英国有句俗话，绅士动拳头，小人动刀子。假如在场的是英国绅士，就可以上前用拳头打流氓了。既然扯到了绅士，就可以多说几句。从前有个英国人到澳大利亚去旅行，过海关时，当地官员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答道，我是一个绅士。因为历史的原因，澳大利亚人不喜欢听到这句话，尤其不喜欢听到这句话从一个英国人嘴里说出来。那官员又问，我问你的职业是什么？英国人答道，职业就是绅士。难道你们这里没有绅士吗？这下澳大利亚人可火了，差点揍他，幸亏有人拉开了。在英美，说某人不是绅士就是句骂人话。当然，在我们这里说谁不是君子，等于说他是小人，也是句骂人话。但君子和绅士不是一个概念。从字面上看，绅士是指温文有礼之人，其实远不止此。绅士要保持个人的荣誉和尊严，甚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业户。坦白地说，他们有点狂妄自大，但也有一种好处，真正的绅士绝不在危险面前止步。大战期间，英国绅士大批开赴前线，为国捐躯，甚至死在了一般人前面。君子的标准里就不包括这一条。中国的君子独善其身，这样就没有了尊严。这是因为尊严是属于个人的，不可压缩的空间，这块空间要靠自己来捍卫。捍卫的意思是指敢争、敢打官司、敢动手勇斗歹徒。我觉得人还是有点尊严的好。假如个人连个待的地方都没有，就无法为人做事，更不要说做别人的典范。载于1995年第5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居住环境与尊严。我住在一座高层建筑里，从1楼到17楼，人人都封阳台，所用的材料和样式各异，看起来相当丑陋。公用的楼道上，玻璃碎了一半，破了的地方用3合板或纤维板堵住。楼梯上很脏，垃圾道的口上更脏。如果它是一座待拆的楼房，那倒也罢了，实际上它是新的，建筑质量也很好，是人把它筑成了这样。至于我家里，和别人家里一样，都很干净，只是门外面脏。假如有朋友要见我，就要区别对待。假如他是中国人，就请他到家里来；要是外国人，就约在外面见面。这是因为我觉得让外国人到我家来，我的尊严要受损失。假如有个外国人来看我，他必须从单元门进来，爬上6层才能到达我家的门口。单元门旁边就是垃圾道的出口，那里总有大堆的垃圾留在外面，有鱼头、鸭头、鸡肠子在内，很招苍蝇，看起来相当吓人。此人看过了这种景色之后，爬上1至6层的楼梯，呼吸着富含尘土的空气，看到满地的葱皮、鸡蛋壳，还有墙上淋漓的污渍。我希望他有鼻炎，闻不见味儿。我没有鼻炎，每回爬楼梯时我都闭着气。
上大学时我肺活量有5000毫升，现在大概有8000。当然，这是在白天，要是黑夜他根本就上不来，因为楼道里没灯，他会撞进自行车堆里，摔断他的腿。夜里我上楼时手里总拿个棍儿，探着往上爬，他还不知扶手不能摸，摸了就是一手灰。才搬来时我摸过一把，那手印子现在还印在那里，只是没有当初新鲜。就这样到了我的门外，此时他对我肯定有了一种不好的看法。坦白地说，我在美国留学时见到哪个美国同学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肯定也会看不起他。要是个中国人来看我，看到的景象也是一样，大家都是人，谁也不喜欢肮脏，所以对这种环境的反感也是一样的。但他进了我家的门，就会把路上看到的一切都忘掉。他对我这么好，除了同胞情谊之外，还因为他知道楼道里这么脏，不能怪我，所以我敢把他请到家里来。因为本文想要谈尊严问题，就此切入正题。所谓尊严，是指某人受到尊敬，同时也是个人的价值所在。笔者曾在国外居住4年，知道洋鬼子怎样想问题。一个人住在某处，对周围的一切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假如邻居把门前和阳台弄得不像话，你可以径直打电话说他，他要是个体面人就不会不理。反过来，假如你把门前弄得不像话，他也会径直打电话来说你，你也不能不理。因此，一个地方住了一些体面人，就不会又脏又乱。居住的环境就这样和个人尊严联系在一起。假如我像那些洋人想象的那样，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本人还是个知识分子，还把楼房住成了这样，那我又算个什么人呢？这就是我不敢让洋人上家里来的原因。但你若是中国人，就会知道，我有权利把自己的阳台弄成任何一种模样，别人不会来管。别人把家门外弄成任何一种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当然，我觉得楼道太脏，也可以到居委会反映一下，但说了也没有用。顺便说说，我们交了卫生费，但楼梯总没有人扫。我扫过楼道，从6楼扫到了1楼，只是第2天出来一看，又被弄得很脏，看来一天要扫3遍才行，所以我也不扫了。我现在下定了一种决心，一过了退休年龄，就什么都不干，天天打扫楼道。现在则不成，没有功夫。总而言之，对这件事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把话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在我家里，我是个人物，出了家门，既没有权利，又没有义务，根本就不是什么人物。说话没有人理，干事情没人响应，而且我自己也不想这样。这不是在说外国人的好话，也不是给自己推卸责任，而是在说自己为什么要搞两面派。中国这地方有一种特别之处，那就是人只在家里，现在还要加上在单位里负责任，出了门就没有责任感。大家所到之处，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所有的公利公德全靠政府去管，但政府不可能处处管到，所以到处乱糟糟。一个人在单位里是老张或老李，回了家是爸爸或妈妈，在这2处都要顾及体面和自己的价值，这是很好的。但在家门外和单位门外就什么都不是，被称作那男的或是那女的，一点尊严也没有，这就很糟糕。我总觉得大多数人在受到重视之后，行为就会好。载于1996年第2期《辽宁青年》杂志。饮食卫生与尊严。每天早上，北京街头就会出现一些早点摊。有一天我起早了，走着走着感到有点饿，想到摊上吃一点。吃之前先到摊后看了一眼，看到一桶洗碗水，里面还泡着碗。坦白地说，与一桶泔水相似。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再不到小摊上吃饭。当然，我理解那些吃这种早点的人，因为我也当过工人，下了夜班胃里难受，嘴里还有点血腥味儿，不吃点热东西实在没法睡。这么早又找不到别的地方吃饭，只好到摊上去吃。我不理解的是那些卖早点的人，既然人家到你这里吃东西，你为什么不弄干净一点？我认识一个人是从安徽出来打工的，学了点手艺，在个体餐馆里当厨师，后来得了肝炎，老板怕他传染顾客，把他辞掉了，他就自制熟肉到街上去卖。我觉得这很不好，有传染病的人不能卖熟食。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就说要赚钱。大家想想，人怎么能这样待人呢？
只有无赖才这样看问题。我实在为他们害羞，觉得他们抛弃了人的尊严。当然，这里说到的不是那些饮食者的个人尊严，而是卖饮食者的尊严。准确地说，是指从外地到北京练摊的人，其中有好的，但也有些人实在不讲卫生。要是在他们本乡本土，他绝不会这么干。这就是说，他们做人方面有了问题。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你穿着衣服在街上一走，别人都把你当人来看待，所以在你做东西给别人吃时，该把别人当人来看待。有一种动物多脏的东西都吃，但那是猪呀。你我是同类，难道大家都是猪？我一直这么看待这个问题。最近发生了一点变化，是因为遇上这么一回事。有一天，我出门去帮朋友搬家，出去时穿得比较破，因为要做粗活。回来时头上有些土，衣服上有点污渍，抬了一天冰箱，累得手脚有点笨。至于脸色，天生就黑。总而言之，像个外地来京人员。顺便说一句，现在人员这个字眼就带有贬义，既有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卖淫嫖娼人员等等说法。就这个样子乘车回来，从售票员到乘客对我都不大客气，看我的眼神都不对。我因此有点憋气，走到离家不远，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人，还没等把道歉的话说出口，对方已经吼道：没戴眼镜吗？底下还有些话实在不雅，不便在此陈述。我连话都不敢说，赶紧溜走了。假如我说我因此憋了一口气，第二天就蹬辆三轮车，带一个蜂窝煤炉子，一桶脏水到街上练早点，那是我在编故事。但我确实感到了，假如别人都不尊重我，我也没法尊重别人。假如所有的人都一直斜眼看我，粗声粗气地说我，那我的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过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我心情又好了。有个住的地方，就这点好处。我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由这里向西不过2里地就是一个优雅的公园，是散步的好地方。但要到那里去，要穿过一段小街陋巷，低矮的平房，有的房子门上写着此房出租，有的里面住着外地来打工的人，住得很挤。我穿过小巷到公园里去散步，去了一回就再也不去了。那条路上没有下水道，尽是明沟，到处流着污水。我全身上下最好使的器官是鼻子，而且从来不得鼻炎，所以在这一路上嗅到6、7处地方有强烈的尿骚气。这些地方不是厕所，只是些犄角旮旯，而这一路上还真没有什么厕所。走着走着遇上一片垃圾场，有半亩地大，看起来触目惊心。到了这里，我就痛恨自己的鼻子，恨它为什么这么好使。举例来说，它能分出鸡肠子和鸭肠子，前者只是腥臭，后者有点油腻腻的，更加难闻。至于鱼肠子，在2里路外我就能闻到，因为我讨厌鱼腥味儿。就这样到了公园里，我已无心散步，只觉得头晕脑胀，脑子里转着上百种臭味，假如不把它们一一分辨清楚，心里就难受。从那片平房往东看，就是我住的楼房。我已经说过，那楼的楼道不大干净，但已比这片平房强了数百倍。说起来，外地人到京打工，算是我们的客人，让客人住这种地方，真是件不体面的事。成年累月住在这种地方，出门就看到烂鸡肠子，他会有什么样的心境？我倒有点不敢想了。我以为，假如一个人在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上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他就按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标准来行事，像个君子。假如相反，他难免按无尊严人的方式行事，做出些小人的行径。虽然君子应该避恶去善，不把自己置于没有尊严的地位，但这一条有时我也做不到，也就不好说别人了。前些时候看电视，看到几个外地来京人员拿自来水和脏东西兑假酱油，为之发指，觉得不但国家该法办这些人，我也该去啐他们一口。但想想人家住在什么地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又有些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方面我应该做点事才好去吐吐嘛。后面这几句话已是题外之语，我的意思当然是说，外地来京人员假如做餐饮，应该像君子一样行事，让大家吃着放心，这样说话才像个不是人员的北京人。我有些朋友
帮一个扶贫组织工作，在意这样一件事：租借一些空闲的厂房，给外地来京人员一个住的地方。我也常去参加讨论，连细节都议出来了。那地方不在于有多讲究，而在于卫生，有人管理，让大家住着放心。房间虽是大宿舍，但有人打扫，个人的物品有处寄放，厕所要卫生，还要有洗淋浴的地方。个人的床用白布帘子隔起来。我在国外旅行，住过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寄宿舍，住在里面不觉得屈尊。对于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来说，住这种地方就可以说有了个人尊严，而且达到了国际标准。因为国际标准不光是奢华靡费，还有简朴、清洁、有秩序的一面。我对此颇有心得，因为我在国外是个穷学生，过简朴的生活，但也不觉得低人一等。这在中国也可以办到吗？还有朋友说，这个标准太低，还该有各种训练班，教授求职所需的技能，还要组织些文娱活动。当然，这就更好了。可以想见，外地来京人员到了这里，体会到清洁、有序和人对人的关怀，对我们肯定会好一些。这件事从去年6月一起，还在务虚，没有什么务实的迹象。朋友里还有人说，这个寄宿舍应该盈利，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白说这些事，也该有点好处。我听了不大对劲儿，就不再参加讨论。本文的主旨是说，做餐饮的人要像君子一样行事，把这件事也扯了出来，我恐怕自己是说漏了嘴。载于1996年第3期辽宁青年杂志，题为《像君子一样行事》。